饥荒的70年代，我带着弟弟妹妹艰难苟活。然而我却发现自家的后门竟可以通往未来的世界。我仗着胆子迈进去半条腿，只见门里面的人个个衣服鲜亮，皮肤就跟牛奶泡过的一样，其中还有一个小姑娘在传授减肥食谱。我不由得心里骂句有病，自己都吃不饱，她减肥还要吃这么好。我刚想再深入门内看看，突然耳旁的喊声让我停顿住，一回头便看见弟弟武小远站在身后。哥哥，我饿了。我笑着从袋子里掏出几块地瓜干。小远乖，先吃点地瓜干。小远咬了一口，低落道：哥，我们要是还有妈妈就好了。我露出苦笑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妈妈是谁。母亲在自己刚断奶时就被奶奶赶跑了。然而在老爹去世后，奶奶竟想着把我和弟弟撵走，只想留下我妹妹暖宝卖钱贴补家用。我一怒之下，带着弟弟妹妹搬了出来。这时屋外传来了暖宝的哭声，我带着小远赶紧回屋，发现刚刚洗干净的暖宝又变成泥鳅。暖宝不哭，不哭了。我抱起暖宝，一边弄水洗澡，一边烧火熬粥。经过一阵忙碌，看着弟弟妹妹都干干净净，也不喊了，心里终于有了点满足感。小远吃下最后一口粥，心头一颤：哥，你不是一口都没吃的吧？你忘了，哥哥吃地瓜干早吃饱了。我挑起一个箩筐，嘱咐了弟弟一句，就独自上山。可近一点的山野菜都被附近村民挖光了。我大起胆子往深山老林走，这里平时村民不敢进来，甚至经常有老人说山里有熊瞎子吃小孩。可想活下来的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不一会我就装满一箩筐野菜。就在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一偏头竟发现一只抱窝的野鸡咕咕叫唤。我立即小心翼翼掏出手电，可这只野鸡听力也很敏锐，很快就发现了异常。小脑瓜子不停左右扭动，观察周围动静。我稳健的靠近后，掏出手电就朝野鸡照去。可怜的野鸡被突然的强光刺激的睁不开眼，在窝里一动不动。我直接扑上去，一把搂住野鸡的脖，野鸡扑腾两下翅膀，便放弃了挣扎。窝里的野鸡蛋足足有20个，上面还能感受到余温，都被我小心翼翼捡到筐里。我心满意足地背着一大筐东西回到家，发现暖宝栽在小远怀里已经睡着了。两个小家伙边睡觉边咂巴着小嘴，我想着明天能给他们一个惊喜，便背着筐子来到后院搭鸡窝。哪成想后门不知怎么就打开了，门里透出一道刺眼白光，接着我便身处一片缥缈悬空之中，两件门信息便向自己飞涌而来。原来这道门可以直接通往2024年，顿时我兴奋不已。这不就意味着自己能去未来做点生意？那里人一看就都很有钱，否则不能人人皮肤都跟牛奶泡的一样白。接着我又有点犹豫，万一自己一去回不来，小远和暖宝留在家里要怎么办？不过由不得我思考，下一秒高楼大厦人声鼎沸，热闹的马路两边并排罗列着各种小商铺。我被眼前的世界惊呆了，自己真的来到未来。同时脑海中一个倒计时开始，59分59秒。此时我处在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，刚开始还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可是我很快发现这里穿衣十分自由，中年男人对着一块小砖头在唱歌，还有人打扮成猴哥模样在卖烤肉串，甚至这里倒买倒卖居然是公开的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担心。洪秀彪突然出现，这时一个拎着透明袋大姨向我这边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这山芹菜是大棚种植还是野生的？什么是大棚我也不懂，我真诚笑笑，是我自己在山里采的。大姨顿时眼睛一亮，她看到我指甲和手上挂满了野菜浆子，相信了我说的话，于是开心道：怎么卖？我之前也没做过倒买倒卖，卖他2分钱一堆，应该不贵吧？心里想着，我便伸出了2个手指，有点贵了，50块钱3堆吧。顿时我只感觉大脑一阵眩晕，这个大姨应该是跟自己说笑话。然而大姨看到我这个表情却有些愧疚了，她心里暗自思忖，这年头别说是城里，就算到山区也很难买到纯正山野菜。只见她指着我小摊子，小伙子，大姨不讲价了，你这些野菜大姨全包了。可是大姨，这么多野菜回去吃得完吗？放心，吃不完大姨就冻上。我看大姨说的那么轻松，便一头雾水的答应了。算好价格的那一刻，我非常激动。这些菜一共卖了200块，就算我以后什么不做，这也足够小远暖宝几年好吃好喝。大姨又看看我摊子上的野兔、野鸡和野鸡蛋，小伙子，这些野味儿也是你卖的吗？多少钱？大姨买。这个问题又把我难为住了。大姨都是好东西，你看着给吧。只见大姨拿出10张100元大钞，这是1000，刨出200是野菜钱，800买你这些东西，咱俩都不亏。看着红红的票子，我有点傻眼，这是未来世界的钱吧？拿回去也没地方花。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大姨，你可以拿10斤大米跟我换吗？可是拿这些钱，你可以买几百斤大米啊！我山里人头一次进城，不懂这些，就知道大米。大姨并没有多想，让我把东西搬到车上。看着停在不远处的小汽车，我对大姨财富程度又刷新了一遍。她上车取来纸笔，给我留了电话和地址。原来大姨叫做张新梅。跟张新梅挥手告别后，我揣着1000块钱，决定在2024年的供销社买点粮食。我在打听到的过程中也闹了不少笑话，才知道现在的供销社改叫超市。透过超市大玻璃，我看到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，我一阵惊喜。但脑海里的倒计时告诉我，如果不能按照规定时间内回到原来世界，自己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。带这个时代钱回去等同于废纸，我需要尽快把钱全部换成粮食。这时我太心急了，没注意到超市自动门，一不小心撞了上去，脑瓜子顿时撞得嗡嗡的，引来周围人的一阵嘲笑。我也顾不得那么多，直接走近。可是接连发生的窘状让我立在原地不敢动了，因为我又看到一条楼梯在动，还有个透明小房子，门一关，嗖的一下就上去，嗖的一下又下来。我异常的举动引起了超市经理林立威的注意，他走到近前微笑道：
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同志，我想买点大米。林立威被我这句话逗得想笑，可出于职业素养，他没有表现出来。先生，您买大米，我可以带您过去。接着林立威一路上很耐心介绍各种物品的用途和使用方法，真是大开了我的眼界。这里买东西也不需要票，想拿什么拿什么，只需你把想买的商品放进手推车。甚至有些人没掏钱，只是出示一下小方块，就让你拿着商品走。我跟着林立威来到粮油区，买了一袋大米和2桶油，都是明码标价。虽然价格高的离谱，但也没有货架上的那个什么眉笔夸张。一个这样的小刷子居然就要几十块。看到老头老太太一个挨着一个排着长队买鸡蛋，我心中感叹，原来鸡蛋不光自己那个时代供需紧张，未来世界也是如此，自己的时间不够了，这让我不得不打消购买鸡蛋念头。林立威似乎是看出我心中遗憾，这是我们超市推出的特价商品，购买正价鸡蛋不需要排队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很快便看到摆在货架上的正价鸡蛋，整整捡了一箩筐。林立威有点猛，他还是第一次见人买鸡蛋买这么多。很快我来到结算通口，一袋大米2桶油外加鸡蛋，我一共消费了360块钱。虽然手里还剩640，但还是挺心疼的。这未来世界夸张的物价，我郑重向林立威表示感谢。谢谢您，同志。闻言，林立威被我叫了一路同志，实在绷不住了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可以叫我林经理或者林姐，你这样叫，感觉我们像2个时代人一样。那您也别叫我先生，我叫大庆。我说话时的表情真挚，林立威望着我离去的背影，竟失了一会儿神。离开超市后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包子铺。此时将好好忙完一天，工作正准备收摊，他把抽屉里剩的包子装进2个手拎袋。这时我走了过来，问道：“小同志，还有多少包子？”只有这些了，一袋10个，一共15。那也挺好了，我家弟弟妹妹有差不多1年没有吃过包子。江好好有些诧异，这个年头，什么样家庭能吃不起包子啊？这还有一袋，如果你弟妹喜欢吃，都拿去吧。我弟弟妹妹吃到包子一定会很高兴。说着把2张20的票子都塞进对方手里，可我时间真来不及了，便告诉江好好不用找了。不行啊，大哥，还多10块呢。我一边跑一边挥挥手道：“没多，下回我还来买你包子。”我慌不择路地朝紧急出口的门奔去，随后我在倒计时最后1秒，从70年代的后院大门栽了出来。我兴奋地坐在地上，眼前大米和油都是真实的，但还是觉得刚刚经历像做梦一样。这时听见小远轰暖宝哭声，我急忙扛着东西跑回屋。哥，你去哪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看到我的刹那，小远的脸蛋也被泪水打湿了，暖宝也奶声奶气的：“哥哥不回来，暖宝好怕怕，暖宝也想哥哥。”我放下东西，一手搂住弟弟妹妹。哥哥今天去了一个好地方，带回来好多好多好吃的。说着我把包子拿了出来，小远眼睛顿时一亮：“大肉包子！”包子还是热的，2个孩子馋坏了，捧着就吃。我怕他们噎着，笑着去厨房又做了一锅泛着油花的鸡蛋汤，端到兄妹俩面前。就这汤吃，别咽着。小远也不想表现得太没出息，可一闻到鸡蛋的香，也顾不上热，稀里哗啦一顿吃。这一幕看得我十分难受。慢着吃，以后哥哥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。小远猛劲的点点头。我一天没吃东西也是饿坏了，一口气吃了4个大包子，真香啊，让人吃了还想吃，但我却克制着，知道不能再吃了。自己对那扇门还不了解，万一以后去不了未来了怎么办？自己跟弟妹们还要过日子。这时小远睁着璀璨的眸子盯着我，一脸傻笑：“哥，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好东西啊？”我摸了摸小远脑袋，表情变得十分郑重：“是哥在外面找到的门路，咱自己吃饱就得了，这秘密跟谁也不能说。”小远表情也郑重起来：“哥，放心吧，我是一个字也不会对外面说的。”我看到小远这样会心的笑了，这一晚我也没有怎么睡，琢磨要不要把从未来世界带回来的物资弄到黑市卖掉换钱。这些东西太招摇了，而且送小远、暖宝上学也是要用钱的。但等到第2天一早起来，我想法又变了，东西都先留着自己吃，小远暖宝身体最重要。看见米袋子上写着免洗2字，我一阵感慨，未来东西就是好，一点糠皮粉糊都没有，直接添水下锅，没一会米汤香味就飘了出来。这时西院牛大娘在院里嚷嚷：“谁家下米这么舍得？我院子都闻到饭香了。”我吓得一缩脖，忙鸟敲把窗户门关上。而东院白玉兰闻着空气中若有如无的香气，她再也坐不住了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。昨天晚上她似乎就闻到了鸡蛋花和包子香。坐下。吴老贵倒是沉稳地叫住了她：“别一大早就给我咋咋呼呼的，分家的时候咋说的？过自己消停日子。”分家怎么了？我是他奶，分家他也得孝敬我。别整天瞎琢磨，之前咋不见你认这个孙子呢？想认，等他们房子住稳了，你再折腾。其实吴老贵比白玉兰想的还多呢。我和弟弟妹妹现在住的房子是大队分的，等住稳了，他再以小远暖宝是他们亲孙名义把房子争过来。闻言，白玉兰还是愤愤不平，从柜门里摸出1块钱，招呼正哄孩子的大儿媳妇过来。凤瓶子，你拿去给金宝割5毛钱肉，我们今天做肉一样馋死他们。而我这边白粥大包子配上煮鸡蛋，是今天早上的伙食。吴小远边吃边心疼：“哥，粥你怎么做这么稠啊？下顿咱吃不上了，怎么办？”我又剥了1个鸡蛋塞在小远手里：“吃到肚子才是自己的，你话怎么那么多？”
然后把暖宝弄掉的饭粒捏在嘴里，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了，再三嘱咐小远来人别应声，才锁门出去上工。这时刚巧凤萍子挎着篮子路过我家门口，怎么见了长辈也不打一声招呼？我抬头望了一眼篮子里的肉，伸手就过去接。大妈这是要给我送的，那晚辈就不客气了。想什么呢？你也配吃肉？想到早上公爹婆婆的对话，凤萍子转着眼珠笑嘻嘻又朝我过来。大庆，给大妈透透，早上背着大妈给弟妹做的什么好吃的了？我这个大妈为人馋懒奸猾，最嫉妒人吃好的。我咧嘴一笑，做的肉吃。就凭你，我看你是做梦想吃肉想疯了。我没有理会对方的唾沫子，不一会来到了队里。村里40多个壮劳力已经开始挖了，知青加起来来了6个，4男2女，旁边还围着一个武大伯在那捧臭脚。老龟气得沸腾，当那么多人面又不能明说，武大伯可是他们老武家顶门立柱，形象可得给撑着。见我扛着锹镐过来，直接把气都撒在我身上。不在家带孩子，到这凑什么热闹？我直盯着吴老龟，眼睛一眯。原来是小远暖宝的爷爷，我是来挣工分的。家里小远暖宝很饿。我等着吴老龟发火，然而对方却安慰道：大庆，饿就领着弟妹回家，只要有爷爷在，是不会饿着你们兄妹3个的。我讨了一个没趣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吴老贵可从来没对我态度这么好过。这时队长武刚安慰地拍了拍我肩膀，好好上工，不该想的别想。我也不再抱怨了，扛着锹过去上工。武大国巴结着围着女知青姚玉玲，这是我二叔先前那个老婆跟野男人生的，典型的落后分子，你离他远点就成。姚玉玲嫌弃地瞥了武大国一眼，目光却一直留在我身上，她嘴角不自觉翘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个兄弟力气活干的还是蛮好的哈。几个知青也笑了。姚玉玲，你不是看上他了吧？那小子长得也不错。唯有一个短头发，女知青没跟着一起起哄，她鼻梁上大大的黑眼镜框，差不多把半张脸遮住了。姚玉玲瞪了他们一眼，干你们的得了，4个华拉一起都赶不上一个落后分子。说完，姚玉玲顺手就把武大国推开，朝我贴了过去。老乡你好，我们认识一下，我是知青点的姚玉玲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对方相视一眼，认出这就是武大国天天巴结的那个女知青。我闻言摇了摇头，这时村民已经挖出一个井的雏形，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，一锹尘土呛了姚玉玲一嘴。姚玉玲叫了起来：你太过分了，姑奶奶跟你说话时瞧得起你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依旧埋头挖着土，一点都不把姚玉玲话放在心上。这时武大国忙凑过来陪笑着：玉玲，你别跟他置气，你等着，等回去我收拾他。就这么一直忙活到过晌午，大队的大锅饭、玉米面饽饽加土豆炖豆腐，我吃的一阵满足。大锅饭没油也没肉，但就是弄不明白为啥那么香。正犹豫要不要给小远暖宝也带回去点，就见武刚端着2个饭盒朝我过来。叔，您真好。武刚又从兜里掏出1块钱，一会儿回去你再去代销点给小远暖宝割点肉。我并没有借钱。放心吧叔，我有自己的本事，让小远暖宝吃上肉。你一个孩子能有啥本事？我凑到武刚跟前。昨天我上山套着一只野鸡和兔子，让我去城里卖了。真的？武刚终于笑了。没想到你小子本事见长，怎么就突然长能耐了？我一脸嘚瑟，还不是叔平时教的好。呸！别跟我玩拍马屁那一套。我心里美滋滋的，刚准备端着饭盒回家，一个男知青突然凑到我身边。武大庆，有人托我给你带句话，让你去趟小树林。我一阵迷糊，自己平时跟知青一点接触都没有，不过这群知青喜欢约架，还喜欢下黑手，又把姚玉玲当女神供着。想到这，我扫了眼整个食堂，果然姚玉玲和所有男知青都不见了。我立即无奈笑了，晃了晃手中筷子，毫不费力就把筷子从中间折成2段，然后塞到那个男知青手里。也麻烦你给我带句话，谁要想找不自在，自己个过来找我。然而男知青笑比哭难看。老乡，我们就和你开个玩笑，大家都是好同志。我端着饭菜回到家，小远暖宝正站在院里盼着呢，见我回来都张着小手让我抱，喂饱2小只，我这才开始琢磨再套弄点什么去未来换俩钱花。我摸摸头上的汗，身上混着上工沾的土，我怕这身去未来招嫌弃，于是来到河边洗个澡。因为天旱水流不是很冲，我眼尖看到几只小龙虾正往石头缝里钻。我去，我怎么把这好东西给忘了？这东西村里人是不吃的，抓了也是回家剁碎喂鸡。昨天我在未来的世界看到人们都喜欢吃这个，我顿时心里已经乐开了花，又是一个生财之道。不一会我就捡了30-40只，但这些对小麦钱来说还是远远不够。我又从水里抓住几条小鱼和一只半角的河蟹，河蟹这玩意在村里还不如小龙虾招待见，一到春夏河道里泛滥成灾，不一会就轻轻松松抓了1桶。我刚把水桶放在岸上，不想竟在岸边发现了一个不明生物。甲鱼搁往常，我遇到这东西都是下锅炖了给小远暖宝补身体，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我掏出绳子便把甲鱼后腿绑上倒吊起来，足足能有3-4斤。这个玩意未来世界的城里人也应该能喜欢吧。这时树林里突然传出一道女声：小心，它咬你。我循着声音望去，发现竟是上工时遇到的那个戴着黑眼镜框的女知青。她来到近前什么都没说，从地上捡了根木棍，在甲鱼嘴巴前晃了晃，甲鱼立即就咬住不松口。我出于礼貌伸出手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武大庆。可圆脸女知青却没有回应。
你掏掏看，你刚才抓甲鱼的地方肯定还有甲鱼蛋。我茅塞顿开，激动地拍了下脑袋。这是春天，甲鱼上岸必定下蛋了。立即蹲下将松土扒开，果然在松土里面发现一窝甲鱼蛋，差不多50-60只，捧在手心里，蛋壳还有温度。我用手把玩了一下，接着都递给圆脸。女知青，这是你发现的，归你。然而女知青没有接。我知道你抓它们是准备城里卖的，你能用这些甲鱼蛋帮我换一样东西吗？这年头严厉打击倒买倒卖，闻言我坚决不承认。我抓这些是准备拿回家给弟弟妹妹吃的。你刚才和武队长说的我都听到了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去公社举报你。你想让我帮你换什么？回奶药。我一惊，下一刻往圆脸女知青那地方瞅了瞅，貌似也不是特别大。圆脸女知青顿时红着脸，瞅什么？不是我用。可我弄那玩意有点不合适吧？反正你要弄不到，我就去举报你。圆脸知青说完准备走，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刘思萌。说完，他一溜小跑开了。我一时半会儿还愣在原地。听说许多女知青为了回城铤而走险，没想到这种事被自己遇到了。我也只能硬着头皮，打算去未来碰碰运气。饥荒的70年代，我带着弟弟妹妹艰难苟活，然而我却发现自家的后门竟可以通往未来的世界。我昨晚抓到一只野鸡，拿到未来卖，居然狂赚1000块。就在我继续从河里抓虾捉鳖，想着我的赚钱大计时，一个圆脸女知青缠住了我，并要挟说不给她弄回奶药，就去公社举报我倒买倒卖山里野味。听说许多女知青为了回城铤而走险，没想到这种事被自己遇到了。我打算去未来世界碰碰运气。我回到家锁上大门，提着今天河里摸来的收获，再一次来到2024年。我来的有点早，这边夜市还没开始，不过几个卖小龙虾的摊子早就支上了。这次我学聪明了，先拎着小龙虾在几家摊位前逛了逛，很快就引起了一个摊主的注意。你是来送货的吧？让我来看看你的货。我把装小龙虾的箩筐凑到近前，都是好货，也是想赚点小钱。您要是有意思就开价。老王拎起一袋小龙虾仔细看了下，最后咧嘴伸出2根手指。我对价格没有概念，也不好直接问，索性直接伸出3根手指还了回去。老王对这个还价嗤之以鼻。你小子做买卖也不诚心啊！你看书台子上的小龙虾没？1斤18斤的，给你21斤，叔还是照顾你年纪小。一听这话，我心里有了谱，自己的小龙虾明显个头大很多。我立即起身装作要走。叔要是真觉得价钱不合适，我就去别家瞅瞅。老王做出一副很艰难抉择的样子。成，你小孩赚钱也不容易，30就30。随后老王称完，重掏出了手机，85斤，一共2550块，扫码给你。我尴尬的挠挠头，扫码是什么意思？老王夸张的笑了。我说小兄弟，扫码都不知道，就是手机支付啊。可是我没有手机。我一身土气的装扮，并没有引起老王多想。没事，现金也有。老王一拍腰包，给我数了一沓现金，接着又对我箩筐里的甲鱼表现出极大兴趣。他一眼就瞅出这只是野生的，而且看样子年份还不小。只见他伸出2根手指，2000。闻言，我心里激动的咯噔了一下，没想到在未来甲鱼竟然这么值钱。可我已经决定把甲鱼送给张新梅了。想了想，我把筐里的甲鱼蛋掏出来。王叔，这个我先送你吧，等下回我再抓着甲鱼再给你送了。老王见我执意没有卖的意思，也只好收了甲鱼蛋，从老王那离开。我顺着张新梅留的电话地址，来到一个叫龙湖春晓的小区门口，看到门口的一家药店，我顿时想起刘思萌说的回奶药，于是便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店长施红霞从柜台里走出来，向我露出职业微笑。顾客，您需要买点什么药？我一脸发窘，说话支支吾吾。我需要。见状，施红霞立即明白了，神秘凑到我跟前。是你用还是谁用？我急忙摇头，不是我。施红霞秒懂，从柜台里飞快取出一个小药盒，塞到我手中。你要的是这种吧？事后紧急避孕药。我直接傻眼了，只觉手里的小药盒很烫手。大姐，其实我想买回奶药。施红霞做了一个我懂的表情。你给你女朋友买这个吧，无痛回奶，不下垂。另外还有外敷的可以选择，不过需要你用手帮她轻轻的揉。说着，施红霞手伸过来就要在我身上演示手法。我往后退一步，此刻脑子里闪过的都是刘思萌2只手不停揉包子的画面，搞得自己七荤八素。还是来第一个吧。1疗程75。施红霞建议来2疗程，我心都在滴血。可想到刘思萌为了回城兴许还要铤而走险，决定好人一次做到底，硬着头皮问道：大姐，那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10钱的？闻言，施红霞立即懂了。我看你脸皮挺薄的，你一次就多买几盒吧，买5送1。大姐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小孩体力。几个小护士听了都捂着嘴笑。一听这话，我赶紧付钱，一共409块，这笔钱都够买300多斤大米，够我和弟弟妹妹吃半年。就是不知道这几盒蓝精灵最后都便宜了哪个王八蛋。只希望刘思萌以后能吸取教训，爱护自己身体，因为路上和药店耽误的时间太多，我只剩下10分钟的时间停留在未来。我郁闷地背着箩筐来到小区门口，保安见我衣冠不整，直接拦住。干什么的？
我从背后箩筐里拿出甲鱼，示意了一下。我来走亲戚，从乡下给张新梅带的甲鱼。保安上上下下又把我重新打量。等一会儿，我打个电话。他心里暗暗道：开什么玩笑？张一家能有你这样穷亲戚？因为时间不太够，我一脸焦急。要不我把东西留这，麻烦大哥帮我转交一下。然而对方一口拒绝。此时距离倒计时结束还有1分钟，保安大哥才挥手示意我进去。我一阵犹豫，现在要是推门，肯定就会在对方眼皮底下消失。我指着他身后道：大哥，我看见一只大老鼠钻到桌子里了。啊，在哪里？趁对方转身的功夫，我立即手推大门，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70年代的我家后门。此时我双手杵着大腿喘气，暗道好险，差一点就没回来。超过停留时间就会永远留在那边。我边瞅着手里东西发呆，感情自己折腾大半圈，什么物资也没买，只给刘思萌买了回奶药和6盒蓝精灵回来。我有点不死心，抱着试试看心态，又推开后门，嗖的一声，我眼前一花，再次来到了夜市。原来1天之内竟可以来返2次未来世界。我抬腿就往龙湖春晓小区跑。保安大哥再次看到我有点吃惊。咦，刚才你不是进去了吗？我喘着气道：刚才遇到个熟人，我去打了声招呼，麻烦大哥再帮我把门开一下。此时张新梅接到保安电话后，左等右等不见我，已经从家里迎出来。我见到对方一笑：张姨，我今天在河里抓了一只甲鱼，特意给您送过来。张新梅还以为我是过来卖山菜的，没想到竟是专门过来给她送东西，心头顿时一暖，随后便请我到家里坐坐。可即便我有心理准备，还是被张姨家的豪华程度惊呆了。沙发是软的，上楼还有电梯，客厅里挂着张姨一家全家福，4世同堂，是个大家族。我细打量下，发现张姨跟她哥哥妹妹长得并不怎么很像，但也没有多想。我接过张姨倒的饮料，喝了一口，好甜，感觉每个毛孔都跟着舒服。这时听到阳台传来一阵咕咚咕咚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闹耗子。张新梅神秘一笑：大庆，你跟我来。我不明所以，跟着张新梅进了阳台，结果整个人愣住了。原来昨天卖给张新梅的野鸡蛋，竟孵出了一窝小野鸡，毛茸茸的，叽叽喳喳挤在一个纸壳箱子。至于那只劳苦功高的大野鸡，被临时安置在一个狗笼子里。这时张新梅手机屏幕上蹦出一条信，她顿时笑得很开心。我那些老姊妹正闲得慌呢，一个老姐妹在楼下，我下楼送2只小鸡就回来。接着张新梅又把我按回沙发，并顺手将客厅中的大液晶电视打开。张新梅刚离开没一会，这时大门又打开了。你是谁？李乐优发现奶奶家客厅有一个陌生人，不禁疑问道。我面色有些尴尬。我是给大姨送菜的。李乐优立即想起昨天奶奶提及那个卖山野菜小伙。原来你就是武大秀，我叫李乐优，是张新梅孙女。他见我有些拘谨，说着一把热情地抓住我的手。我们一起看电视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我奶奶。我还是第一次被女孩子牵手，难为情地抽了回去。不一会张新梅从外面回来，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大姨，我也该走了，改天再过来看你。闻言，张新梅有些依依不舍。大庆，你等我一下。张新梅去了厨房，拿出很多东西，约莫10斤猪肉，1袋50斤白面，还有不少的肥皂、香皂等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。我知道大姨这是因为知道我独自带弟弟妹妹生活，觉得我很是不容易。大姨，我不能再收了，谢谢你。张新梅笑道：肉和面是早上孩子拿过来的，家里就我跟我家老爷子根本用不完这些。你要是不收的话，甲鱼你也拿回去。张新梅说着，故意装出几分生的气样子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过自己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。那等我下回来再给您带点山菜，大姨您可不要嫌弃。张新梅眉眼顿时笑开。好啊，那就多带点，我那些老姊妹们都老爱吃了。真的，那谢谢大姨。我激动的连连鞠躬。李乐优在一旁盯着我看，总感觉我的五官好像在哪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送我离开后，李乐优一眼看到墙上全家福，激动的拍了下脑袋。奶奶，我就说那个武大秀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他是长得像我老舅爷老姨奶，而且我大舅爷也叫武大秀。你说天下的事怎么这么巧啊？闻言，张新梅眼睛也红了。可不，昨晚回来我就睡不着，怎么寻思怎么像，同名同姓无父无母，也需要一个人抚养弟弟妹妹。李乐优眼睛也湿了。那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老舅爷和老姨奶吧，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。张新梅抹抹眼泪。算了，你大舅爷走了这么些年，乍一提他们肯定很伤心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李乐优又安慰奶奶一阵。这时我回到了70年代的家中，把张新梅给的东西捧在手里看了又看。都说城里人吃的是富强粉，这面白的跟雪似的，可自家能装东西的柜子就那么多，这下都不知道把东西藏到哪是好。最令我发愁的却是那10斤五花肉。此时小远暖宝盯着肉肉，哈喇子都淌半尺长了。哥，我们啥时候能吃肉？我愁的抬头纹都出来了，怎么把这些肉吃进肚不让人发现，又是一层难题。这时隔壁牛大娘又有了动静。老头子，你说我这鼻子怎么从早到晚都钻肉味呢？哥，真有肉味。小远鼻子不停地在空气里嗅，暖宝苦着一张小脸。二哥，肉味是从奶奶家传出来的，奶奶家今天晚上做肉。小圆紧攥着暖宝小手没有吱声，而是捡起一块石头猛劲朝东院撇了过去。咣的一声，东院立即传过来白玉兰一声尖叫。要死啊！是哪个小兔崽拿石头劈老娘？
他站在高处往西面一望，便看到小远瞪着一双狼眼睛看着他，什么都不懂的。暖宝也张着小手扬起一把尘土。白玉兰被暖宝笨拙的动作逗笑了。想吃肉都找你们那个便宜哥去，想吃老娘的肉门都没有。我狠狠攥紧了拳头。咱们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。就凭你！白玉兰一脸不屑，饿肚子滋味不好受吧？我充耳未闻，想不明白白玉兰对自己这个态度就算了，为啥连小远暖宝也不放过？向来跟白玉兰不和的牛大娘隔着院子嘲讽道：“我今儿总算知道你为啥容不下几个孩子了，是怕耽误你吃肉。”牛大娘还故意拉着长音：“怎么多吃这一口肉，把你脸上褶子撑平了吗？”闻言，白玉兰笑着叉起腰：“你咋不说你日子过得孬呢？一天吃口肉还要算计，连个接户口本的都没有，拿啥跟我比？”一听这话，牛大娘就生气了。她生了2丫头没有儿子，吵架都比白玉兰短半截。吃口肉有啥了不起？今儿老娘也炖肉，你一大家子不就吃5毛肉吗？老娘今天吃6毛的。听话给我听高兴了，我知道吃肉的机会来了，连忙招呼小远、暖宝关门进屋，一边抱柴火，一边关门关窗。等西院牛大娘吃上肉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也出锅了，清水煮的沾着咸盐面酱油吃，主食是烙油饼。兄妹3个一口肉一口油饼，吃的那叫一个满足。小远、暖宝吃的嘻嘻哈哈。哥，这2天日子过得跟做梦一样，真香。小远暖宝吃的满脸满手油，我又取出一块香皂，把小兄妹俩洗得香喷喷的。如果搁以前，这种神仙日子我想都不敢想。吃完饭，我把吃剩的肉和大饼都吊在房梁上藏好。天也快黑了，我用油纸包了2斤猪肉，外加2斤白面，又扛了一大捆柴在肩上才出了门。之所以这样是掩人耳目，刚打开门就被隔壁牛大娘撞见。这大晚上的扛捆柴，这是要干啥？我白了牛大娘一眼。听说大娘家肉富裕，打算拿这捆柴跟大娘换肉。牛大娘顿时惊得跟遇见瘟神一样，后退2步躲开了。馋疯了吧？扛捆柴就想换我的肉？我也不想听他在那骂街，背着柴火走开了。这时大队长武刚家刚吃完饭，武刚媳妇王玉梅正在收拾桌子，见我人乐呵呵过来，她的一下就把门关上。婶子，是我啊，您把门关上做什么？王玉梅小声地赶我走。少来溜须讨好，我家可没多余的粮食，总接济你。我故意清了清嗓子，婶子，我过来就是跟叔送点柴火，柴火放下我就走。这一嗓子很大声，武刚不仅听到声音出来了，左右邻居也站在院里，出来准备看热闹。武刚出来瞪眼自己媳妇，孩子都来了，你咋不给开门呢？我故意没理这茬。叔，这柴火我给你放在哪儿呢？武刚闷哼了一声，你随便放个地方就好了。瞧这孩子贼眉鼠眼的，不知道又过来给他画什么道。我放下柴进屋，偷偷把怀里抱着的肉和面塞到武刚手里。给您和婶子的，我怕别人看到，故意被捆柴火打掩护。武刚不禁皱起眉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弄的？”旁边王玉梅也跟着吓了一跳。大庆，你跟婶子说，你在外面不是做了什么犯法的勾当吧？我自然不能把2扇门的秘密告诉他们，便把事先编的谎话说出来。今天我进城救了一个首长，这些东西都是对方感谢我送的，不过我怕我爷奶知道惦记，回来谁也没告诉。闻言，武刚目光落在面和肉上，面是城里人吃的那种富强粉，普通老百姓有票都不一定能买到，便听信了几分。那跟叔具体说说，你是怎么救的首长？我故事早编的滚瓜烂熟，一派激昂便讲了一通。武刚、王玉梅2口子听得半信半疑。武刚最后又把面和肉推了回来，你都拿回去给小远暖宝吃，那俩孩子都太瘦了，需要补。我又把东西推回去。放心吧，叔，既然我能给你拿来，说明家里还有。王玉梅怕武刚再把东西推回去，抢先一步开了口：“孩子给你，你就留着，也是孩子一片心意。”武刚未有这样不成是媳妇脸红，而我嘿嘿笑了2声。叔，您把自行车借我骑2天成吗？武刚笑着点着我鼻子。原来你小子是打我自行车主意啊，还是去做倒买倒卖勾当，门都没有。王玉梅拿了我好处，便故意指责武刚道：“孩子难得张一回口，你那玩意儿借孩子骑2圈，还能少2轱辘啊！”说着，他回屋取来车钥匙，拿着，这点事婶子还能做主。送我出门时，王玉梅还习惯性客套：“大庆，要不你留婶子，这吃顿饭再走。”我一偏头，见鸡窝里还有2只鸡蛋没捡走。婶子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就把鸡窝里那2鸡蛋送给我吧。王玉梅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，这小子也太不要脸了，鸡蛋多金贵，又能换米又能换钱的。犹豫间，武刚瞪了一眼媳妇，回屋再去给孩子捡几个，难得孩子张回口。我笑了，家里一柜子鸡蛋等慢慢品尝，怎么可能真惦记王玉梅鸡窝里那2鸡蛋？主要是回头吃鸡蛋，也不用总遮遮掩掩，就说大队长武刚送的。随即我自己去鸡窝掏了2鸡蛋，用衣服抱起来露出一个口，走出门口喊道：“谢谢婶子的鸡蛋，小远暖宝可有日子没吃鸡蛋了。”王玉梅站在院里也扯着脖子：“甭跟婶子客气，鸡蛋吃没了再跟婶子说。”武刚觉得心里有口气闷着憋不出来，咋就找了这个上不了台面媳妇呢？就2鸡蛋，让人听了还以为给了一筐呢。周围村民纷纷和我打招呼，当我说只拿了2鸡蛋，可没人信，他们叽叽喳喳的，也不知这回武大秀给队长媳妇灌的什么迷魂药，能从他手里抠出这么多鸡蛋。走到半路，我就觉得自己这肚子有点闹腾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俗话说，狗肚子装不了2两猪油，突然间油水大了，肠胃受不了啊！
我突然想到了家里小远和暖宝，他们怎么样啊？好容易挨到家门口，离老远就看见刘思萌在我家墙根底下等着呢。刘思萌看到我十分谨慎，这里，我在这儿呢。我腿软强推着车往院里挪。我看到了，那我让你办的事呢？我有气无力地抬着胳膊指向屋内，一会儿再说，先救命。刘思萌反应非常迅速，等我强拖着身体进屋的时候，发现刘思萌已经兑好了一碗盐水，捧着让小远暖宝喝。看到我，小远暖宝气委屈巴巴地喊了声哥。俩兄妹脸色苍白，冒着虚汗。刘思萌目光指责地看向我，你究竟给孩子吃了什么？我有气无力捂着肚子，也知道瞒不了他，索性说了实话，吃的肉。吃肉？刘思萌表情愣了一瞬，可吃肉怎么会这样？等我回来再细说。女知青大半夜偷偷溜进我家，只为等我弄来回奶药。然而我不仅帮她买到了，甚至还夹带一盒蓝色小雨伞。没等她开口询问东西在哪，我又往外走去。你帮我照看一下弟弟妹妹，我再去搞点止泻药。看看扶着门槛子的我，刘思萌一脸愁容。你行吗？放心吧，男人字典里没有不行。都这时候，你嘴还贫？我登上自行车，没有去村卫生所，而是直接去了后院，通过2界门来到了未来。晚上的药店里灯火通明，我一眼就瞧见施红霞正在柜台里清点药品。大姐，我要治拉肚子的药。红霞看到我此时脸色苍白，直冒虚汗，被吓了一跳。这么严重，应该去医院呢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说着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，我急忙拦住他，给我药就行，家里弟妹还等着我拿药。你们吃错了什么？闻言我顿时有些不好意思，吃的肉坏了，冷不丁油水大了，没扛住。施红霞呆呆地看着我，眼眶有点湿润了。那父母呢？都不在了。施红霞没想到面前看似坚强的我，实际生活会这么苦。她吸了吸鼻子，你先忍一会儿，我这就给你拿药。她先把一小把药塞到我手里，又塞给我一袋葡萄糖。都吓人的闪了。我就着葡萄糖一仰脖，把手心里的药全咽了下去，顿时觉得好多了，体力也渐渐恢复过来。施红霞又试了试我的体温，最后塞了满满一大塑料袋药到我手里。我看着手里满满这一口袋药，脑子里有点发懵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袋是治拉肚子的，怎么吃我已经写好了，剩下的是我给你弟妹拿的钙片，还有帮助长身体的蛋白质粉。另外我还给你备了些常用的感冒药。虽然我还一时弄不懂具体什么药有什么作用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包东西应该得值不少钱，便把兜里剩下的2000多块钱全掏了出来。谢谢大姐，我替我弟弟妹妹谢谢你。见状施红霞立即把钱推了回来。不要钱，这些都是我送你弟妹。我执意给钱，可是红霞再三不收。放心吧弟弟，这些东西对姐不算什么。大姐，我叫武大庆，我会报答你的。大庆，你以后就叫我霞姐吧，我就当多个弟弟，以后有啥需要帮忙再来找姐。我拉开药店大门，就直接回到了家中后院，把药从药盒里抠出来装进兜里，然后把剩下的药都藏在旁边的草丛。小远暖宝已经不跑厕所了，但脸色也没有好哪去，头上冒着虚汗，大概是小远暖宝喊了冷，刘思萌还烧了几把炕。药拿到了吗？我掏出药，刘思萌瞅着药片有点怪，但也没说什么，拿着药当零嘴哄着2孩子吃。我心想，果然是生过孩子的女人，就是会哄孩子。用了药，2的孩子很快进入梦乡。我用包了10个鸡蛋递到刘思萌面前，真的谢谢你照，这几个鸡蛋你拿回去。刘思萌惊呆了，你哪来的那么多鸡蛋？村长接济我的，你别有心理负担。没有负担，我也不能要。知青点那么多人，人多容易说走嘴。我觉得也是这个理，听了也只好作罢。现在时间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刘思萌刚想提回奶药，可小远暖宝2个孩子却醒了。小远起来抱住刘思萌一只胳膊，思萌姐姐，天这么黑了，不如你在我们家住一晚上再走吧。刘思萌的脸蛋立即蒙上一抹红晕。可姐姐不能在这里过夜，违反纪律。暖宝起来抱住刘思萌另一只胳膊，可是我也舍不得你走，我喜欢姐姐，今天晚上我想抱着姐姐睡。刘思萌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，我呵呵一笑，那不如我们留姐姐吃顿饭，再让姐姐走好吗？2孩子跑了那么多厕所，肚子早就空了，这会儿听到要留刘思萌吃饭，一起拍手叫好，我也没容刘思萌拒绝，转身去厨房就擀起了面条。村里都说你拉扯2孩子都要穷要饭了，没想到你这日子过得比谁都富裕。实不相瞒，我这好日子也才过2天。鬼才信你！我有一句撒谎是孙子，今天这肉我也是第1顿。小远瞅着我一阵傻笑，哥，给姐姐多打2个鸡蛋。暖宝盯着刘思萌，不舍得挪开眼。姐姐要是留给我们做妈妈就好了。小远立马纠正他，你想啥呢？做妈能行吗？留下也是给我们做嫂子。咱哥要是打一辈子光棍怎么办？刘思萌往灶坑里烧火桩，听不见，我听着后背汗都要下来了。一想到那个令刘思萌买回奶药的男人，我就憋着一肚子气。吃完饭，刘思萌帮我收拾碗筷，我悄悄来到后院，找出藏在草堆里的回奶药，心里不禁替刘思萌感到一阵可惜。可我又能解决什么？一切都是刘思萌自己的选择，何况他这时既然能求到我，肯定是选择相信我，否则我稍微透露一点，招工回城的指标永远轮不到他。想到这，我把回奶药包装都拆了，用报纸包好，等到拆小雨伞的时候，我的手顿住了。可我耽误的时间太长，等得有点不耐烦的刘思萌从前院找来了。用我帮你找吗？不用，东西我已经找到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小雨伞同回奶药一同交到了刘思萌手里。刘思萌愣了一瞬，呆呆看着我。这是什么？哦，
这是我买药时人家给的赠品，回头你一起给你朋友。刘思萌下意识用手捻了2下，不禁露出一丝疑惑：怎么用？你把它给你朋友，他就知道怎么用了。刘思萌露出不自然的微笑，希望你能帮我朋友保守住这个秘密。我点点头，心说什么朋友？谁能帮朋友买这种东西？可我一个大男人又不好点破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如果被别的知青知道我夜不归宿，我解释不清。我示意刘思萌一同往大门走，谁知刘思萌指着我家后院大门：“这不是有门吗？我们从后门出去。”不可以。我还未来得及制止，刘思萌就竟已经将后门打开了。我望着门后隐约的小路看了很久，路还是我家后院通往村里的小路。怎么，这条路不能走吗？不是之前门坏了，我们走吧。心想，难道能通过2扇门的只有我自己，还是2扇门消失了，我再也不能通过这门前往未来世界了？我心情忐忑，生怕再次打开的门仍旧是我家通往村里的小路。等送完刘思萌，我立即拉开了后门。不过令我意外的是，我又通往了未来世界。我正蹬着车闲逛，远远就瞥见有一个模糊的人影在路上艰难地走着，像是身体很不舒服的样子。骑到近前才发现，那人竟是一个年纪很长的老头。老先生，您身体不舒服吗？老人疼得都要站不起来了。我心口难受，小伙子，能麻烦你送我去医院吗？闻言，我赶忙下车去扶他。那我扶您坐我自行车吧，但我不认识去医院的路，您能告诉我怎么走吗？当老人看到我的脸时，整个人完全呆住了，愣在原地，足足有半分多钟。像真相简直一模一样。老人说着，眼泪也止不住从眼眶落出来。我有点不明所以。老先生，您是疼得难受吗？您忍一下啊，您抱紧我啊。我也不再多问了，驮着老者便朝他刚才指的方向飞快地骑去。终于我在路边发现了医院，直接推着自行车冲了进去。一个保安要拦我：“哎，你小子怎么把自行车推进来了？”我哪顾得上理他，立即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救人一生，快来人救人呐！”听到喊声，医院急诊室冲出了值班医生和护士。医生检查之后给老者打上点滴，他人也舒服多了，向我投来感谢的目光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武大庆。你也叫武大庆？老者眼泪再一次控制不住了。大庆，没想到你又救了我一次，你在天上还好吗？被老者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差一步就要看见我太奶了。我经过一番对话，也了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原来老者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执意穿山路，导致遇到泥石流，车子侧翻，司机警卫员当场身亡，而他的腿则被车子夹中，一动不能动弹。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，生命都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车内还有一份上面下发的机密文件，需要他亲自护送到上级领导手里。当时情况非常危险，油箱漏了，微弱的火苗已经从车尾窜出来，恰好那个叫武大庆的青年从旁路过，冒着爆炸危险将他从车里救出。可由于他的疏忽，却没能在第一时间带出那份机密文件。熊熊烈火已经烧到文件一角，那个叫武大庆的青年在得知机密文件存在之后，犹豫都没犹豫一下，便冲进火海。这时侧翻车子发生爆炸，等赶来的救援过来扑灭大火时，发现那个武大庆整个后背都被烧焦了，但他胸前依旧死死护住那份文件。一个英勇的青年牺牲了，而他这个犯了错误的人却依然活到现在。故事讲到这儿，这便不再继续往下讲了。陷入了沉思，我也被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青年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了。我还想问问后续，可脑海里的倒计时却提示我只有10分钟了，我必须带着自行车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就在这时，老人的警卫员先到了，告诉老者，老者家人也马上就到。一会儿等我孩子们来，我引荐你们认识认识。我救了人，根本不想求报答，推说去厕所，转身就推开医院大门，穿过2间门溜回老家。谁知这一走，留在医院的张卫民急得火冒三丈，满世界要找我这个救命恩人。紧接着张新梅赶到病房，听到武大庆这3个字，不仅没急，反而扑哧笑出声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肯定把武大庆找回来。张新梅嘴角上扬，直接爆出猛料，原来前天卖他山野菜的和今天送纯野生甲鱼的，偏偏都是我。张卫民听了激动万分，下死命令必须找到我解决一切困难。与此同时，回到家的我看着小远和暖宝翻身继续睡，自己刚躺在炕上合眼，猛然间就被隔壁白玉兰的哭嚎声吵醒。这老娘们只因做梦生气，竟然把混着孙子金宝巴巴的垃圾一股脑全倒在我家大门口。我昨晚本就没睡好，看着门外的污秽顿时青筋，瞬间暴起，转身就抄起一把铁锹，硬生生把垃圾全扔回了白玉兰家门口。下一秒，白玉兰冲了出来，我捡起石头猛地砸过去，她以为我要砸人，吓得掉头就跑，岂料石头擦着她的耳朵飞过，哗啦一声，当场把她家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。我扛着铁锹大步流星直逼她家院子。我昨晚拉肚子拉得脸色蜡黄，此时表情更是阴沉的吓人。白玉兰以为我疯了，吓得屁滚尿流就往屋里钻。疯了，杀人了，武大庆要杀人了。她躲在门后浑身发抖，还不忘拿告状来威胁我。我死死盯着她怒吼：白玉兰，你欺负我欺负惯了是吧？有种别跑，老子今天要拉你个垫背的！我手里死死攥着铁锹，做事就要朝白玉兰拍去。谁知这老妖婆吓得连跑都忘了，猛地一个哆嗦，一股黄汤竟直接顺着大腿流了一地。紧接着左右邻居全闻声跑出来看热闹，平时看不惯她的几个妇女更是当场爆笑，偏偏牛大娘笑得前仰后合。白玉兰自知丢人现眼，臊得满脸通红，连滚带爬就逃进屋去。吴老贵气得冲出屋子，死死瞪着我，怒斥丢人。然而我不仅没急，反而咧嘴一笑，直接把铁锹扛上肩。毕竟全村人都看着我，也没打算真跟长辈动手，更何况我现在手握2间门，早就看不上白玉兰搞出的这些鸡毛蒜皮。滚就滚，
告诉你老婆子，下回惹我还来。丢下这句狠话，我转身就走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字：爽。回到家，我直接把昨天烙的大饼热上，又蒸了满满一小盆鸡蛋羹。没想到小远看着满桌饭菜，满眼全是担忧，生怕吃完这顿就断粮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往他嘴里塞了一大口饼。香不香？小远用力嚼了2口，连连点头。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，敞开肚子随便吃。结果暖宝听懂了这话，一口鸡蛋羹配一口大饼，奶声奶气直喊要长大个。我更是狂炫3张大饼2碗蛋羹，彻底补足了昨晚拉肚子的亏空。紧接着掏出施红霞给的钙片和维生素，我仔细叮嘱小远如何带着妹妹服用，抹进嘴巴。我当即拍板，今天绝不去上工，不仅晚上得给老汪送小龙虾，家里更是连藏粮的地方都没有，倒不如全换成钱和粮票来的实在。在这个年代，倒卖无疑是找死，可我偏偏要富贵险中求，于是火速装好半筐大米和半筐面粉，又用空罐头平分出1罐奶粉和1罐蜂蜜。我蹬着自行车直奔黄泥洼镇的兵工厂家属楼，在这儿粮食就是稳赚不赔的硬通货。谁知刚把自行车停在家属楼门口，看门大爷一声怒喝就拦住去路。面对审视的目光，我不仅没慌，反而掏出半罐蜂蜜，满脸堆笑，自称是乡下来走亲戚的。与此同时，将事先准备好的1包大前门香烟神不知鬼不觉塞进了大爷掌心。大爷用眼皮往下这么一扫，态度简直是无缝切换。哎，你家亲戚叫什么名字？大爷眯起眼睛，我毫不犹豫，直接报出一个名字：刘建设。谁知这招果然百发百中，毕竟这年头叫建设的遍地都是。果不其然，大爷连盘问都省了，直接大手一挥，放我进去。一个30出头的大姐拎着空篮子迎面走来，她那副斯文做派，绝对是个高级知识分子。我估摸着她刚去粮站扑了空，正憋着一肚子火，于是我悄无声息地凑近低语：要米面吗？突然冒出这4个字，当场吓得大姐猛退半步，立刻警惕地环顾四周。你手里有粮？我猛然间左右确认无人，这才压低嗓门开始扯谎，说亲戚不在家，这几十斤的白面实在不想驮回乡下。1斤3毛。大姐听完面露犹豫，紧接着试探性的反问能否用全国粮票结算。我当即伸手挠了下耳朵，咬死底线给出报价。这20多斤白面换50斤全国粮票，绝对只多不少。然而大姐不仅没还价，目光竟死死盯住了筐里的奶粉。奶粉怎么卖？5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万没想到，我本以为这单生意要黄，大姐竟然猛地一拍大腿，当场成交。我心里顿时掀起惊涛骇浪，不愧是兵工厂的家属，就是富裕。随后大姐笑呵呵的让我稍等，转身就要上楼取票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立刻跟她互通了吴云芳和武大庆的姓名，只为遇到纠察时能完美对上暗号。正当此时，一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小青年突然朝我逼近，投机倒把的吧？他走到近前，猛然抛出这句话，可我丝毫不慌，冷着脸一口咬定是来走亲戚。岂料这小青年又往我筐里狠狠剜了一眼。我敢肯定，你筐里的东西绝对是赃物。我狠狠白了他一眼，心里直打鼓，实在摸不透他究竟打的什么算盘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吴云芳牵着个小女孩终于从楼上走了下来，我瞬间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猛蹬自行车就朝她冲了过去。我赶紧拼命给吴云芳使了个眼色，没想到她反应极快，脱口而出就喊出我的名字。紧接着那青年见我们果真认识，一言不发便转身离去。我斜眼冷冷盯着那人的背影，试探着问这难道也是兵工厂的子弟？谁知吴云芳只是无奈的笑了笑。车间主任家孩子田小武，人还行，就是社会上朋友挺多的，之前还处过2个对象。我一听瞬间秒懂这委婉的说法背后，摆明了指责田小武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，不仅结交狐朋狗友，更是乱搞男女关系。然而吴云芳眼里却闪过一丝警惕。你问他做什么？我赶紧打了个哈哈，只推说看年纪相仿，随口一问。不过还是真感谢你，我家梅梅刚断奶，辅食有些伤脾胃，你的奶粉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。闻言，我注意到她旁边的小女孩，万没想到我越看这孩子越觉得眼熟，从她水灵灵的眼眸里捕捉到一丝极度违和的慈祥。这小丫头正围着我的自行车上蹿下跳，吴云芳连忙拔高嗓门：张新梅，不许胡闹！张新梅这3个字犹如晴天霹雳，我猛然间恍然大悟，之前我曾在张新梅家里见过她的童年照，跟眼前的小女孩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竟然在这个时代活生生撞见年幼的张新梅。惊喜过后，一股强烈的羞愧感突然涌上心头，前脚刚从人家那里搬走物资，后脚就高价卖给人家亲娘，这干的简直不叫人事。云芳姐，这罐蜂蜜是我真打算送亲戚的，我瞅着跟您有缘，您拿回去给孩子喝吧。吴云芳顿时受宠若惊，连连摆手，绝不肯无功受禄。我急中生智，硬着头皮开始疯狂编造，只说这是自己免费从树上掏的野蜂蜜，除了挨2口折，根本没花1分钱。何况我还想求云芳姐帮我一个忙，不知道云芳姐愿不愿意？求我帮忙？您邻居谁还想买白面和大米？我还想请云芳姐帮我联系。这下吴云芳终于彻底放下防备，我立马拍着胸脯保证，以后弄到奶粉绝对第一个送来。随后我小心翼翼地收好巨款，正盘算着转战下一个家属院，刚一转身，刚才那个阴魂不散的田小武竟再次拦住我的去路。我死死盯着他，强行压下心底的慌乱。你真是吴云芳家亲戚？刚才你不是看见了？谁料田小武瞬间吐出的话语却让我如坠冰窟。拉倒吧，他给你数粮票我都看见了，我现在举报你肯定被抓进去。果然是来者不善，我脸色瞬间阴沉到极点。哥们，你什么意思？
我心里门清，这种事可是买卖同罪，我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贪婪把吴云芳一家也拖下水。谁知下一秒，这小子竟然露出真正的狐狸尾巴。以后有粮有票直接饭给我呗，我也做这门生意。多少？一斤都对1毛5。差这么多？田小五不仅不慌，反而满脸嚣张地表示自己也要承担巨大风险。我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，紧接着一脚蹬上自行车，准备跑路。眼看我要开溜，田小五猛地一把死死拽住车把。2毛，价钱绝对不能再多了。我连连冷笑摆手，3毛也不成，你兜里能有几个大字儿，还想学人家干2道贩子？瞧不起谁呢？田小五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架势。到饭点了，我请你去国营饭店搓一顿，敢不敢？谁不敢谁是孙子。田小五轻车熟路的在国营饭店要了满桌硬菜，我惊得直吞口水。要知道我在生产队累死累活干10个工分，这才赚1毛5。我冷笑一声，试探他的底细。谁知这小子眼睛毒得很，直眼早就盯上我手里的进口奶粉和白面。紧接着他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我敢拿货，他就敢包销，100斤大米就能赚20块钱，这块顶上城里人1个月的工资。可这买卖九死一生，我正犹豫要不要信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新军装、蹬着军沟皮鞋的高级工人神神秘秘地凑到田小五跟前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直呼家里小孩吃粗粮拉不出屎，求着要弄点细粮。田小五眼珠一转，偏偏把话头引到了我身上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中年男人一眼死盯着我脚边筐里的米袋子，下一秒，一盒没开封的大生产香烟直接塞进我手里。男人满眼焦急，求我把粮食匀给他。田小五立马唱起双簧，说我是家里缺粮的苦命兄弟。我顺坡下驴，当场让出大米。万万没想到，男人连犹豫都没犹豫，直接拍出6块钱。田小五笑呵呵地分给我4块，自己揣起2块，转头冲我挑眉炫耀。这下我算是彻底服气，虽然少赚1块，可风险全被他扛下，回钱速度更是奇快。吃饱喝足，我满脸堆笑，承诺改天把货直接送他家属楼。岂料田小五连连摆手，直呼家属楼太招摇。紧接着他神神秘秘递给我一个地址，我低头一看，心里猛地掀起惊涛骇浪。这小子借用的交货地点竟然是镇上的军工储备仓库。一番交底，我才摸清田小五他爸是车间主任，妈是工会领导。这小子顶着不用下乡的独苗名额，靠着局子里的亲戚，硬生生在黑市烫出一条路。他不仅按市价把我手里的粮票全换成现钱，甚至还额外塞给我几张布票。我们俩风卷残云，扫光桌上的硬菜。田小五找服务员拿油纸帮我打包剩下的5个肉包，一边死死盯着我，追问什么时候能交货。其实货就在我家里放着，可我硬生生把话憋回肚里，只丢下一句等我电话。随后我们当场敲定，以后全都在晚上碰头交货。从饭店大门迈出来，我浑身血液都在狂飙，这感觉简直比在未来赚了2000块还要爽。脚蹬子一踩，我直奔供销社。家里小远和暖宝天天穿着破旧的改制衣服，我这回非得给他们置办一身新行头。可当我站到服装柜台前，东摸摸西看看时，对面供销社营业员的脸色瞬间沉入冰点。我这副土里土气的打扮，惹得供销社营业员狂翻白眼，人家只顾着嗑瓜子，连个正眼都不给。其实去过一趟未来超市，我早就看不上这些陈年旧货，可偏偏未来世界的衣服再好，我也不敢往回拿，太招摇，非得被当成敌特抓起来。于是我只能站在柜台前挨个琢磨。谁知营业员瞅着我这土包子样，当场就不耐烦地往外轰人，直呼不买别挡着其他顾客。然而我身后分明连半个鬼影都没有，这明摆着就是狗眼看人低。想想未来世界人家经理都是微笑服，眼前这个营业员脸拉的比驴还长，瞬间把我惹毛了。我指着一件粉色小碎花布衫问价，营业员眼睛都要甩到天上去，十分不耐烦地报出5块钱加20布票。其实我是真看上了这件粉色，可我偏偏指着挂在最高处的那件大喊要蓝色的。这营业员个子矮得出奇，只能哼哧哼哧搬来凳子爬上去勾衣服。就在他千辛万苦把蓝色小衫递给我时，我拿在手里装模作样看了一眼，直接甩出一句不好看。营业员当场暴走，一把抢过衣服，怒骂我买不起就走。我毫不理会，等他气急败坏爬上凳子把蓝衣服重新挂好，这才笑呵呵地指着粉色说要买。对方强忍怒火，刚把粉色拿下来，我立马换上一副为难的表情，摇头直呼还是蓝色好。这下营业员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咬牙切齿把粉衣服挂回原处。紧接着我装出老实巴交的模样，连声感叹农村人挣工分不容易，最终咬定还是要粉的。没想到他黑着脸，刚用杆子把粉色挑下，我立马大喊一声等一下，改口说蓝色进埋汰还是得买蓝的。此时营业员的脸色比庙里的包公还要黑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我是来捣乱的。我依旧挂着老实人的憨笑，反手就把兜里将近20块钱连带一堆粮票布票全砸在柜台上。接着我当着他的面一张一张慢条斯理的塞回口袋。一个乡巴佬出门居然带这么多巨款，营业员瞬间傻了眼，满脸写着你再变卦我就吃人的表情。可我今天非要治治他这臭毛病，直接拍板只要粉色的。眼看对方被我气得差点吐血，我这才痛快掏出5块钱买下这件粉布衫。随后我又花2块钱给小远挑了件海魂衫。这下营业员的态度瞬间端正，生怕再瞧不起人，被我折腾到经理那里扣光奖金。紧接着我转身去扫荡油盐酱醋，家里缺什么我就买什么。结果算账时我猛然发现，未来世界的钱根本没有现在实惠，足足装满1箩筐的物资，除了衣服花掉7块，剩下所有零碎加起来居然不到2块钱。回头想给弟妹买点零嘴，却见糖果柜台的2个售货员正盯着我窃窃私语。我笑着凑过去要了1斤大白兔和2斤瓜子，
没想到这个售货员精明的很，生怕重蹈覆辙，竟然硬生生先收钱才敢上秤。真要折腾他，光凭生瓜子熟瓜子的口味分类就能把他绕死。可我懒得再废话，终于满载而归，踏出供销社大门。可我前脚刚迈出来，一个抖着老寒腿的老太太突然鬼鬼祟祟的靠了过来。他颤巍巍的哭诉老伴儿子全死了，只剩个小孙子马上要饿死。我从小受穷最看不得这个，立刻掏出2毛钱递过去。岂料老太太连连摆手，直言不是要饭而是要换东西。我满脸诧异问他拿啥换，结果他把我死死拉进阴暗街角。下一秒他从贴身破手帕里抠出一块光泽温润的观音白玉吊坠，哪怕我不懂行，一眼也能看出这是顶级的极品老物件。老太太哆嗦着开价，只要5块钱外加2斤粮票，这可是烫手的老四舅，万一被人抓了现行，我非得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不可。正当我要开口拒绝时，老太太竟然扑通一声当街给我跪下了。她哭喊着家里出身不好，东西全被砸光，只剩这点命根子，要是换不来粮食，小孙子明天就得饿死。这明摆着就是道德绑架。可我这人偏偏心软，见不得人磕头。结果我刚想去扶，一抬头就发现周围路人正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显然是把我当成逼死亲奶奶的不孝孙了。这简直就是硬生生的强买强卖，眼看再拖下去非出大事不可，我只能长叹一口气答应换下这块玉佩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眼看老太太抖着腿又要给我下跪磕头，我实在招架不住，只能露出一丝苦笑，威胁她再磕头，这东西我可就不换了。大娘明显愣了一下，紧接着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做贼似的把那块观音白玉吊坠硬塞进我手里。他走前还不忘给我戴刀帽，直夸我是活雷锋大好人，甚至放话下回缺钱还来找我换。我把这烫手的观音玉坠拿在手里掂了掂，真是哭笑不得。这算哪门子感谢？这四舅要是被人撞见弄不好我都得掉脑袋。经过这么一通强买强卖的折腾，我的心情简直比在供销社被营业员翻白眼还要郁闷。要知道我一天累死累活才赚10个工分，这5块钱加上2斤粮票，足够我撅着屁股在地里苦干1个半月。然而当我推开家门，看到小远和暖宝盯着新衣服和糖球时，那亮晶晶的眼神，我这满肚子的憋屈瞬间烟消云散。我故意把东西一点点往外掏，2个小家伙看到糖球上的小兔子，开心的边笑边死死捂住嘴巴。他们人小鬼大，生怕笑出声被隔壁2家听见惹麻烦。紧接着我手脚麻利的帮他们换上新衣服，一人嘴里塞了一块奶糖，这才转身去灶房起火做饭。现在小远和暖宝的肚子已经不拉了，一闻到灶坑的烟味就开始疯狂馋肉。这次是不是真的等吃肉？昨晚做梦都梦见奶奶把肉抢跑了。我心疼的一手抱起一个，咬牙发誓有哥，再谁也别想把咱家的肉抢走。可我心里明白，大张旗鼓的搞爆炒实在太招摇，于是我把昨天煮熟还没冻的肉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，在碗底码上1层煮鸡蛋，直接上锅开蒸。这回我可是下了血本，不仅撒了新买的13香，还淋足了酱油和味精，伴随着热气腾腾的香味，2个小家伙就着我从国营饭店带回来的大肉包子，把腮帮子塞得像只小松鼠。因为我在国营饭店早就吃撑了，这会儿只能撑着下巴看他们大快朵颐。想想以前没分家的时候，白玉兰和凤萍子背着我们偷偷吃肉，他们俩别说吃上一口，就是多瞅2眼都要被骂是贱骨。如今跟我单过，天天大肉包子管够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再也不用看那些禽兽的脸色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刚要收拾碗筷，岂料小远这机灵鬼直接把吃剩的糖纸和瓜子皮全扫进灶坑，一把火烧了得干干净净。处理完这些证据，我拎着水桶溜达着直奔河边。我心里盘算着捞点小龙虾，要是能再搞到1只甲鱼就完美了。谁知我运气爆棚，没多大会儿功夫就弄了满满1桶小龙虾，可偏偏折腾了半天，连甲鱼的影子都没瞧见。正当我满心不甘准备去河对岸碰碰运气时，一抬头竟然撞见武大国带着5金宝往回走。等我看清他手里拎着的东西，当场在心里爆了句粗口。那赫然是1只大甲鱼，个头瞧着比我昨天抓的那只还要大出半斤。这河里的甲鱼总共就那么几只，怎么偏偏就让他给逮着了？就在这时，金宝眼巴巴地盯着甲鱼，直咽口水。我也想吃肉。结果武大国恶狠狠地吓唬他：小孩吃了甲鱼屁股不长毛以后娶不到媳妇儿，只准你喝汤，肉全得归我吃。虽然金宝听不懂娶不到媳妇是咋回事，可迫于大哥的淫威，只能憋屈的咽口水。此时武大国路过，看到我水桶里全是小龙虾，顿时发出一阵爆笑，指着我的鼻子疯狂嘲讽。我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养活弟妹，闹了半天就是给他们吃鸡食。我压根懒得搭理这个蠢货，提着桶转身就想走，没想到武大国像疯狗一样冲过来拦住我，气焰嚣张地质问：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知青刘思萌回的知青点？关你什么事？这下武大国觉得折了面子，磕磕巴巴地警告我：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人家刘思萌根本看不上我。我满脑子全是怎么把他手里的甲鱼骗过来，冷冷扫了他一眼，扔下一句说完了就直接走人，留他一个人在原地涨红了脸，尴尬的直跳脚。结果好巧不巧，我前脚刚进院子，武大国后脚就回了隔壁。然而这孙子心思完全不在家，除了吃饭的空档，一有机会就往知青点跑。眼看着他把甲鱼扔进院子里的水盆，刘金宝一个人在旁边守着，我顿时计上心头。我冲着金宝勾了勾手指，
这小子虽然还记着早上的过节，但抵不住我兜里奶糖的诱惑，愣头愣脑的就凑了过来。把甲鱼给我。金宝吓得连连摇头，那是我哥的东西，我不敢动。我当即嗤之以鼻，直接拆穿武大国的谎言。反正你哥也不让你吃一口肉，你就装作没看见。我拿3块大白兔奶糖跟你换。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没被立刻拿下，只是眨巴着眼睛死死盯着我兜里的糖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干脆又掏出2块凑成5块，拍着胸脯说：“这可是我留给小远暖宝的，全都给你，够意思吧？”一听数量涨到了5块，金宝肚子里的馋虫瞬间全炸开，转身就往回跑，一把将盆里的甲鱼抓了出来。可这小子比供销社那个营业员还要鸡贼，先给糖。我攥着5块大白兔在他眼前虚晃了一枪，并没有马上松手，而是恶狠狠地警告他：一会儿不管谁问，绝对不能把我供出去。金宝看着奶糖，眼睛直冒绿光，流着哈喇子拼命点头。我对他这副贪婪的模样非常满意，顺口又画了个大饼，许诺只要这次不露馅，回头再奖励你俩。话音刚落，金宝一把抢过奶糖，抱着甲鱼直接塞进我手里，然后一溜烟跑到粪坑旁边，疯狂往嘴里塞糖。紧接着，这小子顺手就把糖纸全扔进旁边的粪坑，还捡起根棍子，仔仔细细的拌匀乎。这800个心眼子长在这孩子身上，真是可惜了。没过多久，我连裤腿上的泥巴都没顾得上擦，提着甲鱼，背着满筐小龙虾，美滋滋的杀到老汪的摊位前。谁知老汪一见我，急得直拍大腿问：“你怎么才来？”我心里猛地一沉，还以为出了什么变故，结果他却咧嘴一笑：“昨天的小龙虾根本不够卖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更是乐开了花，随手把甲鱼亮了出来。老汪一看见这玩意，乐得眼睛都找不着了。昨晚吃了我带来的甲鱼蛋后，一直红光满面，如今有了正宗甲鱼，更是信心爆棚。紧接着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厚厚一沓钞票：“甲鱼算你2000，小龙虾上称2500。”4500块现金沉甸甸的塞进手里。老汪顺口劝我：“买个手机吧，以后手机支付多方便。”这未来的手机再便宜，没有这个时代的身份证，在我手里也只是一块废砖。我只能憨笑2声，推脱说：“等再攒点钱。”随后眼神死死盯住了他的电子秤，我学着他的样子在秤盘上按了2下，厚着脸皮问：“这玩意多钱卖？”谁知老汪大手一挥：“我还有一个备用的，这个直接送你。”就在我连连摆手说要花钱买时，他却拧着脾气提出条件：“只要你保证小龙虾绝对不卖给别人，这秤就没白送。”我当即笑着答应下来，顺势跟着他学起怎么按那些陌生的按钮。摸清楚电子秤的门道后，我抱着秤直奔大超市。这次我轻车熟路地推起购物车，把背筐和秤寄存在客服中心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今天的超市里简直人山人海，几个保安挤在人群里，满头大汗地维持秩序。然而他们的喊声瞬间就被鼎沸的人声彻底淹没。我拉着人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今天是店庆日，所有商品疯狂打88折。在我以前的认知里，只有国庆，哪里听过什么店庆？就在这时，旁边有个男人催着老婆赶紧去买米，赶紧去买米，晚了就要被抢光了。别的我没听懂，但抢光这2个字瞬间刺痛了我的神经。我兜里可是揣着将近6000块巨款，要是不花出去，那就是一堆废纸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我硬是挤出一身透汗，扛着足足300斤大米和50斤挂面，杀出超市。等我把这座小山背回后院时，沉重的分量几乎要把我的后背压断。小远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沉默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以后再也不喊饿了。”看着他那狐疑的眼神，我心里猛地一酸，知道这小家伙肯定以为我是从哪偷来的。我只能弱弱的解释说：“哥路子正当，绝对不是偷的。这么多粮食放进大柜肯定不安全，我只能先把它们藏进仓房。”顺嘴问了问隔壁的情况。隔壁咋样了？武大国发现王八丢了，另外是金宝干的，他扇了他2巴掌，结果奶奶心疼孙子，追着武大国满院子乱打，闹得鸡飞狗跳。我赶紧追问金宝有没有瞎说什么，得知他死守秘密后，我对那5块大白兔的封口费相当满意。稍作休息后，我决定把今天最后一次穿越2界门的机会用掉。这几次来到未来，我发现了一种叫骑手的神奇职业，就算懒到家门都不愿意卖，他们也能把吃喝直接送到嘴边。这瞬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。既然白玉兰天天死盯着我家烟囱，她和牛大娘的鼻子又灵得跟狗一样，我何不干脆1日3餐全从未来买现成的？反正我每天有3次往返机会，操作空间绝对管够。正当我推开后院小门准备穿越时，小远一脸严肃地冲过来，非要跟着去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我一把揉乱他的头发，叮嘱他在家照顾暖宝，顺便给我打掩护，这样哥哥弄粮食才不会被发现。小远一听自己有了重任，立马开心地冲我笑了起来，露出2颗用未来牙膏刷得雪白的小虎牙。交代完任务，转眼间我再次踏入未来世界的街道。这次我不慌不忙，先去奶茶店提了2杯奶茶，又在炸串店疯狂扫荡，什么烤猪蹄、锅包肉、手枪、大鸡腿全给我包圆了。谁能想到我这个平时只配用来装野菜的破箩筐，如今竟然塞满了让人狂咽口水的极品美食。然而就在我背着满筐香气走到超市门口时，街道上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一阵尖锐刺耳的惨叫声划破天际，所有人惊恐地转头看去，只见街边的一个冷饮摊前，一个小女孩正拿着刚买的奶茶，
而一辆失控的3轮车像头疯牛一样朝他狂飙而去。开车的残疾人满脸惊恐，可此时在想打方向盘根本来不及，周围动作灵敏的大人早就吓得四散奔逃，只留下那小女孩呆立在原地。唯有那个看着只有7、8岁大的小女孩死死被压在车轮下面。冷饮摊主和肇事司机瞬间吓傻了，一个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转找家长，另一个直接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喊着没钱。然而这2人竟然没有一个想到先去救人。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周围那些看热闹的路人，他们一个个高高举着手机，居然全都在冷血的拍视频。这诡异到极点的气氛直接让我看傻了眼。而最惨的是，那个小女孩沉重的车轮死死压着她的脖子，眼看马上就要断气。见此情景，我怒火中烧，猛地一头扎进人群。有个小黄毛把手机举得最近，镜头都快戳到小女孩脑袋上了。我二话不说，照着她的脸就是狠狠一拳，怒吼着：“你他妈的拍什么拍！”紧接着，我转头冲着周围人双眼猩红的咆哮：“赶紧搭把手把车抬起来！”这时才有几个路人如梦初醒般过来帮忙，大家七手八脚，总算把小女孩从车轮下拽了出来。谁知那个肇事的残疾人竟然还想趁乱开溜，我一把死死揪住他的衣领，扯着嗓子吼周围人：“赶紧拍下他的脸，想跑门都没有！”那残疾人顿时吓得瘫在原地不敢动弹，幸亏我出手及时，小女孩那吊在嗓子眼的最后一口气总算是倒了过来，可她被压到的偏偏是致命的脖子，整个人依旧奄奄一息。我以前跟着村里的赤脚大夫学过点简单的医术，探了探脉搏就知道这孩子还有救。此时脑海里的穿越倒计时正在1分1秒的逼近，我在这边要做的事情还有一大堆，可是下一秒我根本顾不上那么多，一把抱起小女孩就在大街上疯了一样狂奔。看着她那张惨白的小脸，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如果今天被撞的是我妹妹，我拼了命也希望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。没过多久，我顺着记忆一路狂奔，终于找到了凌晨刚去过的那家医院。万幸有了之前看病的经验，虽然我被医生护士使唤的焦头烂额，但总算有惊无险的把小女孩推进了抢救室大门。然而医院里上上下下哪个环节都要钱，转眼间我就把兜里刚赚热乎的6000多块巨款花了个底朝天。抢救还在里面惊心动魄的进行着，外面的护士却盯着我不断催缴后续费用。那个肇事的3轮车司机后来倒是老老实实跟了过来，可要命的是他把浑身上下的都翻遍了，也掏不出半毛钱。就在我急得直冒冷汗时，医院大厅猛然冲进来一个容貌绝美的女人，她满脸泪痕，惨白的脸颊上没有一丝血色，像疯了一样绝望的朝四下嘶吼：“医生，刚才有没有送来一个出车祸的小女孩？”听到这撕心裂肺的声音，我猛地回过头，看清她长相的瞬间，我的瞳孔骤然紧缩，眼前这个人竟然是林丽薇。医院大厅里，容貌绝美的林丽薇哭得毫无血色，疯了一样到处寻找出车祸的女儿。就在这时，她猛然抬头，万万没想到救下女儿的恩人，竟然是前天在超市里扛着300斤大米挤来挤去的穷小子。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，护士正拿着单子大声催缴费，我不仅救下孩子，竟然还默默垫付整整6000块钱的医药费。林丽薇瞬间觉得天塌下来，晕头转向，抓着缴费单不知道往哪走。得知她是单身母亲，我果断带着她穿梭在各个窗口，可是队伍偏偏排得老长，紧接着前面竟然有人因为加塞疯狂互骂，原先井井有条的队伍瞬间大乱。就在此时，我急得冷汗直冒，脑海里的穿越倒计时竟然只剩最后5分钟。糟了，一旦倒计时结束，我就会被强制拉回我的时代。细细的命根本等不起啊！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盯上一旁的自助缴费机，对未来设备完全陌生的我硬着头皮冲上去，攥着缴费卡的手心早已浸满冷汗。随着时间一秒秒流逝，就在倒计时归零的最后一瞬间，突然眼前闪过一道白光，倒计时位置跳出一个加载进度条，直到加载100%，我脑海里竟然多出整整23个小时的倒计时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升级2阶门，奖励停留未来，世界单次时长24小时。还以为会有别的任务呢，谁知等半天却毫无动静。接下来信息顺利做完手术，林丽薇把钱还给我，紧紧抓着我的手连声感谢。随后交警赶到现场，那个撞人的残疾司机脸色灰白，摇摇欲坠地站在那装可怜。他不仅交不起大几万的抢救费，交警翻遍他全身竟然统共搜出150块钱。然而林丽薇毫不客气，他绝不接受这种道德绑架，果断把人移交法律处理。穷根本不是违法乱纪的借口。交警走后，我不放心，林丽薇一个女人独自撑着，决定留下来陪她。过1个多小时，昏迷中的细细终于恢复一丝意识，可小丫头发着高烧，嘴里竟然迷迷糊糊的念叨着想爸爸。叮，宿主触发随机任务，眼前猛然跳出3个选项。选项1是临时扮演细细爸爸，奖励折叠电动车；选项2是戳破真相，说他被抛弃，奖励大师级钓竿；选项3竟然是直接告诉辛勤，我要娶他妈妈给他做爸爸，奖励一个超大容量的2阶空间仓库。这个巨型仓库在我的时代绝对能保命啊！正当我满脑子盘算时，林丽薇突然一把抓过我的手，她红着眼眶，双手颤抖：“爸爸在，西西，爸爸在这儿。”昏迷的西西小手紧紧攥着我的大手，嘴里不停地喊着想爸爸。我犹豫片刻，索性顺水推舟，耐着性子一句句哄着他好好陪妈妈。看着眼前19岁的我努力扮演着父亲，林丽薇当场湿润眼眶。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，林丽薇感激涕零，赶紧找我要电话和微信，想等孩子出院登门道谢。结果我尴尬的挠挠头，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玩意儿，甚至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。林丽薇看出我的窘迫，便不再追问，只是留下自己的号码。紧接着他想起我这2天疯狂囤米的举动，忍不住好奇询问。我这次没有隐瞒，坦然迎上他的目光：“是拿回去卖，我家乡米很紧张，我从超市买米是想回去卖，
听到这番话，林立威当即决定介绍一个内部粮油经销商，不仅能拿到超市的供货底价，甚至还能直接送货上门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然而问题接踵而至，西西还在住院，我总不能把成吨的大米全堆到病房。于是我跟林立威匆匆告别，暗自盘算着必须赶紧租个1楼的房子，毕竟按照2进门规则，只要有了固定住所，我随时穿梭时空就不会轻易穿帮。紧接着，我走向1楼护士站，准备拿回之前为了救人寄存的箩筐。谁知就在此时，一个眼尖的小护士猛然盯住我，她漂亮的小嘴张得能吞下一整根黄瓜，突然一把死死揪住我的衣领。我找到他了，快来人啊！大家别让他跑了！一记夸张的尖叫瞬间引爆整个走廊，随后护士站里猛然冲出几个小护士，有的按胳膊，有的压腿，当场就把我死死按在地上。此时病房门一把推开，李乐优看着被压在下面的我哈哈大笑，他双手叉腰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哼，路过本小姐病房还想溜，穿得这么屌丝，当我没看见吗？我瞅着自己洗得发白的旧背心，满脸欲哭无泪。正当我疯狂喊冤之际，走廊深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喝：“乐优，不许胡闹！”我艰难地抬起头，万万没想到，来人竟然是我凌晨亲手救下的老者张卫民。李乐优顿时像泄气的皮球，乖乖喊了一声：“太爷爷。”听到这个称呼，我脑海里猛然串起一条线索。李乐优是张新梅的孙女，那眼前这位老首长岂不就是吴云芳的爱人？这下几个小护士彻底傻眼，急忙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一双双白嫩的小手不住地在我身上拍挥，硬是把没怎么接触过女孩的我摸得满脸通红。随后张卫民立刻将我请进高档病房，再次见到救命恩人，老首长激动万分，连连夸赞我是专门做好事的好小伙。聊着聊着，张卫民突然问起我家里弟妹的年纪，一个7岁，一个2岁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张卫民眼眶瞬间红透。当年那个救他牺牲的武大庆留下的弟妹，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年纪。再看着眼前这张相似度99%的脸，老首长心里猛然掀起惊涛骇浪。难道真是那个武大庆重生回来了？张卫民长吐一口气，转身让李乐优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整整10万块崭新的红票子。我见状连连摆手，直接搬出雷锋精神，言辞拒绝。李乐优见两人僵持不下，急得一把抓起钱就往我怀里硬塞。偏偏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，我兜里的东西猛地甩了出来，啪的一声，一块观音白玉吊坠重重砸在防滑的塑胶地板上。李乐优顺手捡起来一看，眼睛瞬间瞪得溜圆。呀，这东西有年头了，肯定值不少钱，你从哪弄来的？我根本不懂行情，憨笑着挠挠头。一个老太太硬塞给我的，就换了点大米。大米！李乐优听完三观都要彻底震碎，看我浑不在意的模样，张卫民立刻眉头紧锁，当即让曾孙女联系搞古玩收藏的闺蜜沈清离。李乐优迅速拍下照片发了过去，仅仅过了1分钟，沈清离的视频电话直接弹了出来，屏幕里的漂亮女孩刚看清吊坠，立刻发出刺耳的尖叫。李乐优，你要发大财了，光是这块玉的品相，保守估计至少几百万。不仅如此，这玉里面绝对内有乾坤，真正值钱的是里面的东西。得知这是救命恩人的物件，沈清离在屏幕里激动的疯狂大喊：小哥哥长得太帅了，你们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我马上带我爷爷过去找你们。紧接着电话那头迅速挂断，李乐优激动的一把抱住我，又蹦又跳。你马上就要发财了。我被晃得头晕眼花，我没上过几年学，根本不敢相信天上会掉这种馅饼。此时我心里只惦记着独自在家的弟弟妹妹。偏偏就在这时，医院门口突然传来一连串刺耳的警笛声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沈清离带着一位白发老者和几名警察直接冲进病房，他一把护住李乐优，转身愤怒地指向我：警察同志，他就是盗窃博物馆镇店之宝的贼。我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李乐优大声反驳，连声辩解，这是自己太爷爷的救命恩人。结果沈清离咬牙切齿：你别被他憨厚的外表骗，我爷爷为了找这件宝物，几天几夜都没合眼。下一秒，几名民警立刻上前死死扣住我的胳膊。正当我急着要解释时，旁边那位白发苍苍的鉴宝专家沈国生伸手接过玉坠，他刚看上一眼就瞬间错愕。天啊，这不是我找好久的那块玉吗？听到这话，几名警察更是要把我直接带走。万万没想到，沈国生突然反应过来，连连摆手：民警同志，这是个大乌龙。他激动地表示，虽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但这绝对不是博物馆失窃的那一块。警察们死盯着玉坠，根本不敢相信。为了证明真伪，沈国生直接拿起茶几上的矿泉水，他拧开瓶盖，毫不犹豫地将水浇在观音白玉吊坠上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足过5分钟，玉坠没有任何变化。沈国生当即解释，真正的国宝玉水周身会开满莲花。这下警察才赶紧解开手铐放人。我的一颗心简直像坐过山车，在这年代要是被当成敌特抓走，我连个清白身份都掏不出来。此时我满腹狐疑，忍不住开口询问对方，怎么一眼就看出端倪？我的眼睛就是尺。紧接着他摘下眼镜，不停擦拭泪水。这块玉是我授业恩师的仿品，当年那个特殊年代，朋友老伴为了几碗米就把这宝贝卖掉换命。听到只是个仿品，李乐优的眼神顿时充满失落。谁知沈国生急忙摆手否认，这怎么可能不值钱？就算只是民国仿品，这也是上好的羊脂白玉，随便卖个180万绝不是问题。
180万！我听到这个天文数字彻底呆住，回想自己只用5块钱加2斤粮票换来的东西，我心里直发虚。沈国生满脸真诚地提出要花100万买下恩施一座，我实在不好意思想要白送，却被李乐优和张卫民死死拦住。最终大家一拍即合，约定3天后带着100万现金在老首长家当面交易。转眼间夜色渐深，我告别众人走出医院，我脑子里猛然想起自己刚刚完成的支线任务。不仅如此，系统界面上一直有个黄色光标在疯狂闪烁，我随手点开，耳边瞬间传来一连串金币掉落的清脆声响。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奖励电动自行车1台，已停放至2剑门停车场。大半夜的，我刚回到家就猛然冒出一身冷汗，只见武大国贼头贼脑的趴在我家院墙上打转，屋里的小远和暖宝被吓得缩成一团，根本不敢闭眼。我一问才明白，这小子是怀疑我家里藏了老葛头的宝藏。想到屋里那些见不得光的未来物资，我这下彻底睡不着。我连夜绕着院墙狂挖1尺多深的壕沟，紧接着还把用来搭豆脚架的竹竿全部削尖，一根根直挺挺的插进沟里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杀人埋尸，折腾出的动静气得隔壁白玉兰在被窝里直骂神经病。然而武大国却觉得里面绝对有鬼，好不容易熬到我熄灯，他立马顺着院墙蹬了上去。谁知他刚探出头，黑乎乎的院子里突然响起我冷酷的声音：“看准了再跳。”我猛地打亮手电筒，光柱先在武大国脸上晃过，紧接着直接照向底下的壕沟。武大国看着那一排排削尖的竹竿，吓得脸瞬间惨白，他哆嗦着直冒冷汗，却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谁家院子弄这玩意儿。我根本不跟他废话，今天放的是架杆，明天我就换刀子，只要你敢跳下来，立马穿成糖葫芦。武大国在墙头上晕得直打晃，强撑着油嘴滑舌说：“只是想看看小远暖宝。”我直接被气笑，让他自己琢磨是往里跳还是往外跳。眼看底下全是利刺，武大国彻底认怂，准备退回去。他哆嗦着让我帮忙照个亮，谁料我冷笑一声，手电筒的光束猛然调转，直接从自己下巴往上照出个阴森至极的鬼脸。武大国吓得当场失控，一个后仰直接重重摔下院墙。他气急败坏的在门外破口大骂，扬言明天就带大队长过来抄家。伴随这一嗓子，整个大队的狗全跟着狂吠起来。我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，趁着天还没亮，我偷偷驮着300斤大米和50斤挂面溜出村，按照地址摸到城郊仓库，等来了一身酒气的田小五。结果田小五刚看清米袋上的包装，瞬间酒醒大半，他死死盯着上面的字：东北大米，生产地址，电话131。听到这几个字，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一拍。来得太急，我居然忘了把未来世界的包装换掉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连忙干咳一声打断对方：“这些都是涉外商店卖给老外的特供，让别人看见咱俩都得挨枪子。”田小五这才恍然大悟，赶紧找来一卷玻璃丝袋子，把东西全换好。交易完成，我顺利拿到70块钱。可田小五输完钱却满脸愁容。我心底一沉，追问是不是卖不出去，原来是清明节快到了，厂里职工都盼着发鸡蛋。这下压力全给到了田小五他爸身上，根本不知道去哪弄这么多货。田小五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盯住，问我能不能弄来鸡蛋。我昨晚没睡好，脑子一抽，随口说自己拉不动。没想到田小五兴奋大叫，直言能让他爸弄台车来拉。听到这话，我后背瞬间渗出冷汗。这小子该不会是想连人带货一网打尽吧？正当我以为这是钓鱼执法时，眼前突然跳出3个系统选项。选项1是直接给田小五一拳，选项2是去公社举报他投机倒把，这2个无疑是自寻死路。然而当看到第3个选项时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只要告诉田小五能弄到1吨鸡蛋，就能奖励一个2届时空随取随用的超大仓库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致命诱惑。有了这个空间，我搬运物资就再也不用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，哪怕不知道1吨到底是多可怕的数量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。我涨红着脸拍下胸脯：“小五，实不相瞒，别说弄点鸡蛋，你要1吨我都能搞来。”田小五听完倒吸一口气，连连摆手说用不上1吨，只要2000斤就够。成交。话音当落，我脑海里瞬间亮起疯狂闪烁的黄色光标，我强压着狂喜跟田小五分开，找了个僻静角落，我立刻点开光标。下一秒，我的手心里凭空出现一把极其普通的钥匙，而这正是那把能连接2个时空的绝密仓库钥匙。只要拥有房屋使用权，就能把2件门钥匙插进去。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冒风险人肉搬运物资，只要在这个时空存进去，到了另一个时空就能随手取出。我死死捏着钥匙，反复琢磨3遍，说明书才敢确认。紧接着，我一路狂奔回家，迫不及待地瞄准自家仓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将钥匙插入门锁，只听咔嗒一声，仓房门居然真的被2件门钥匙打开。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不再是原本堆满杂物的小黑屋，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空荡仓库。这下我兴奋的眼冒金星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把立柜里锁着的物资一股脑全搬进2件门仓库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特意让小远进屋确认，结果发现除了我，谁也看不见2件门里的东西。我那颗心这才彻底咽进肚子。弄完这一切，我早就累得瘫软在炕上。可就在这时，我脑子里猛然跳出一个倒计时，原来只要从未来世界回来，就必须硬生生等够24小时，才能再次开启2件门。这绝对是个大坑。单次停留时间变长，却失去之前的灵活，那我答应老汪的供货和去医院看信息的承诺该怎么兑现？可是新规则根本不容我反抗，连熬2天的我实在扛不住。我叮嘱小远和暖宝筐里有肉吃，随后蒙上被子倒头就睡。鸡腿、猪蹄烤五花肉，散发着诱人香气。2岁多的暖宝馋得直咽口水，刚想欢呼出声，偏偏一抬头对上小远严厉的眼神，吓得立马把声音憋回去。
吃完肉，小远像个大人一样把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接着才带妹妹出门玩耍。这一觉我直接睡到太阳落山，脑海里的倒计时清清楚楚地显示我睡了整整7个小时。我猛地坐起身，扯着嗓子大喊2声，结果屋里屋外死一般寂静，小远和暖宝竟然不见踪影。我瞬间慌神，冲到街上发疯般大吼。白玉兰被吵得不耐烦，恶毒的咒骂丢了才好。我双眼猩红，小远暖宝要是真丢了，我就让你家金宝长命。白玉兰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悻悻闭嘴。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小远带妹妹绝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绝对是遇到危险。与此同时，村长武刚带着人火急火燎赶来，还没等我说明情况，知青刘思萌上气不接下气跑过来，他脸色惨白。小远好像带着暖宝进山了。进山！我脑子嗡地一声巨响。刘思萌紧接着补充说，一早就听武大国念叨，亲眼看见小远背着筐进山。我疯了一样冲回屋，平时上山的镰刀和背筐果然全消失不见。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小远肯定是心疼我太累，想替我进山挖野菜。就在这时，武大国吊儿郎当走过来看热闹，他满脸讥笑，嘲讽俩孩子精明得很，绝对丢不掉。我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，猛然间我抡圆胳膊，狠狠一巴掌抽在武大国脸上。那么大点孩子进山，你居然不拦着？武刚吓坏，赶紧冲上前死死抱住我。武大国捂着脸破口大骂我是活驴，谁知下一秒，我一把死死揪住他的衣领。我像头被激怒的野兽般疯狂咆哮，说他们从哪条路上的山？今天要是找不到人，老子就在你脸上动刀子。武刚立刻招呼几个壮汉跟着我进山搜救，我一路狂奔，冷汗瞬间浸透胸口。万万没想到，刚冲到村口就撞见一个蹒跚的小黑影正往村里挪，竟然是暖宝。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粗鲁的把他从头到脚摸一遍，发现除了脸哭花之外，连个破皮都没有。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地，可往他身后一看，我的心瞬间坠入冰窟。暖宝二哥呢？暖宝小嘴一瘪，刚要放声大哭，我厉声暴喝：“给我憋回去！”暖宝吓得硬生生把眼泪咽进肚子，抽噎着拼凑出事情经过。原来进山后，小远不知怎么突然改变主意，带着他一顿乱走。后来干脆把他藏在石头后面，让他千万别出声。等暖宝睡醒一觉，竟然亲眼看见小远被一个陌生的外村壮汉带走。小远临走前还偷偷给他打手势，让他快跑。所有人都听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绝对是小远为了保护妹妹，故意引开坏人自己在山里兜圈子，结果还是被抓走。我急得双眼通红，恨不得生撕那个坏人。武刚赶紧表态要发动全村人去堵路，绝对要把小远救回来。刘思萌心疼的抱起哭得上气，不接下气的暖宝转身带回知青点。正当全村人举着手电火把，抄起铁锹镐头准备杀进深山时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山道上跌跌撞撞走出一个背着大箩筐的半大身影，竟然是小远。他一边拼命往前跑，一边惊恐地回头看，生怕有东西追上来。我红着眼眶冲上去，死死抓住他肩膀。小远身上的衣服被划得破烂不堪，脸上胳膊上全是一道道血痕。再往他身后的箩筐一看，里面竟然全是被塞得冒尖的水灵野菜。我又心疼又愤怒，平生第一次冲他疯狂怒吼：“没事，你带暖宝进山做什么？”小远本就没有血色的小脸瞬间绷紧，吓得连头都不敢抬，眼泪在眼眶里死死打转。我气得直抽噎。你还有脸哭？小远吓得硬生生憋住眼泪。突然他把手伸进装满野菜的箩筐里，使劲往下掏。就在所有人好奇这孩子到底要干嘛时，小远猛地拽出一把金光闪闪的东西，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。那根本不是什么野菜，而是一大把金银戒指、珍珠翡翠项链，甚至还有镶满红黄蓝绿宝石的赤金珠钗。全场死一般寂静，连呼吸声都完全停滞。小远没有理会震惊的众人，直接把满把的珠宝举到村长面前。叔公，这是我在山里发现的，我把它们上交给国家。武刚激动的浑身直哆嗦，他死死盯着小远盘问来历。小远却淡定的指着深山，他说有个陌生男人逼他带路，这些金银珠宝全都是对方挑剩不要的破烂。所有人听得目瞪口呆。紧接着，小远道出惊天秘密，原来那个放过暖宝的男人竟然是个摸金校尉。这下村民们的眼神全变颜色，有人极度的发狂，有人酸溜溜的冷嘲热讽：“你这脑子饿傻了吧？偷偷拿去卖能换多少粮食啊？”面对全村人的指指点点，小远却愣在原地。他猛然抬头，死死盯着我。小远像只受惊的小猫一样开口：“哥，你说我做的对吗？”我哪管什么金银珠宝，我满心满眼只有弟弟的安危。身上疼不疼？谁知下一秒，小远可怜巴巴地回上一句：“哥，我饿。”这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心酸不已。既然出了盗墓贼，武刚不敢耽搁，立刻向上级汇报。我一把抱起小远，转身回家。此时我背后背着那筐野菜，可这箩筐竟然沉得压肩膀。就在这时，靠在怀里睡着的小远突然嘟囔出一句梦话：“哥，筐里还有。”我浑身猛地一震，小远却往我怀里缩紧，再也不肯多吐半个字。直到紧闭大门，我才真正明白这句梦话的分量。我一把掀开箩筐，薄薄一层野菜之下，竟然藏着一对极品翡翠鸳鸯镯，紧接着是一个精致的木雕盒子，随后是一对绝美瓷碗。最底下竟然还塞着一对大肚子花瓶，里面装满沉甸甸的乾坤通宝。我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委屈巴巴的小远，岂料小远猛地垂下眼眸：“哥，我跟他们撒谎，跟你说实话，你别打我。”
两人足足僵持10几秒，我才咬着牙让他开口。谁知小远接下来的话彻底颠覆我的认知。原来那个盗墓贼早就跑路，满宝醒来时看见的竟然是小远送贼出山的背影。为了防止大队长带人抓捕，小远硬是拉着妹妹在林子里死守，直到村民搜山才现身。我听得惊出一身冷汗。你说啥？小远吓得像只缩头乌龟。那个盗墓贼告诉我，求人要互相照顾，与其便宜别人，不如把不值钱的上交国家换奖励，值钱的偷偷卖高价买粮食。说到这，小远压低声音，他说这叫洗钱，能把来路不明的钱变合法。我瞬间屏住呼吸，这盗墓贼简直是个神人。洗钱这2个字直接砸中我的心吧。我去未来世界赚钱的致命软肋，竟然被一个7岁孩子完美解决，这小脑袋瓜转的比谁都快。可还没等我开口教育弟弟，我猛然察觉屋里的摆设不对劲，大门明明没锁死，仓房的门锁更是被人狠狠撬动过，我吓得冷汗直流。万幸昨夜我把所有物资全转移进2界门仓库，否则今天底库都要被人扒光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把满筐古董一股脑塞进仓库，紧接着又拿出一张大饼塞给小远。就在此时，大门突然被人砰砰拍响，我立刻给小远使眼色。小远动作极快，抓起大饼和篮子就吊上房梁，我更是眼疾手快，连篮子带糖果新衣全部丢进空间，确认万无一失后，我才冲门外怒喝一声：“谁呀？”门外慢腾腾传来一声女人的腔调：“大庆开门，我是你奶白玉兰。”我冷笑出声。这老太婆心思够毒，连过夜都等不及就来探虚实。要是不让她进门，明天全村都会传我私藏国宝。我倒要看看这老贼婆想耍什么花招。随着木门拉开一道缝，白玉兰犹如泥鳅般硬生生挤进院子。她精明的绿豆眼飞快扫视四周，随后径直冲进屋，一把将小远死死搂进怀里干好。谁知小远满脸嫌弃的奋力挣脱：“你别碰我，我克死爹妈身上有晦气。你这么老，别被我沾惹送走。”这全都是白玉兰平日里咒骂他们的话。白玉兰瞬间僵在原地，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万万没想到，这7岁小崽子这么记仇。然而他只能硬着头皮装聋作哑，那双贪婪的眼睛死死盯着一尘不染的屋子。刚想转身硬闯西屋，就被我一把狠狠死拽住。那吴朝没别的事，您就请回吧。白玉兰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，紧接着她眼珠一转，目光死死定在锁着的立柜上。我是你亲奶，既然你忙，我就帮你们把柜子里的破衣服拿出来缝缝补补。不知内情的小远顿时脸色惨白，他死死攥住拳头，生怕柜子里的米面暴露。这细微的表情瞬间被白玉兰捕捉，她笑得犹如一只老狐狸。大庆啊，以后咱还是一家人，奶这就去开柜子。我看着他精湛的演技，冷笑一声。下一秒，我直接掏出钥匙，在白玉兰眼前疯狂摇晃。我死死攥着钥匙，冷眼盯着对面的老太婆。想翻我屋可以，但是你白玉兰没资格。白玉兰眼珠子一转，连连摆手，装出一副无辜样。啥宝贝不宝贝，那东西烫手，奶可不惦记。然而我根本不吃这套，我直接将钥匙对到白玉兰眼前，下达最后通牒：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找到东西你全拿走，要是翻不出来，以后别他妈烦我。这下白玉兰彻底装不下去，她猛地扑上前就要抢夺钥匙，谁知我侧身一躲，白玉兰扑了的空，掐着腰厉声质问：武大庆，你到底啥意思？我懒得废话，转头就冲着弟弟下令：小远，去把大队长和朱会计全请来，人越多越好。听到这话，白玉兰肚里的180个心眼子瞬间转得飞快。不行，他急得跳脚死活拦在门口不让小远出去，紧接着他眼珠子一转，暴露出心底的真实盘算。我的意思是，咱有好东西就偷摸卖掉，卖10块给奶5块，你哥大国正差块梅花表。我听完当场冷笑出声，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为了钱？紧接着我故意扯开嗓门，让隔壁东院听得清清楚楚。别说小远把东西全上交国家，就算没交，卖的钱也1分没有你的份。此言一出，白玉兰气得眼珠子通红，她坚硬的不行，干脆一屁股瘫坐在地放声干好。要命啊！自己不孝顺，我还有理了。紧接着他猛然收住眼泪，恶狠狠地放出狠话：今天你要是不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去公社举报你，说你侵吞国家资产，薅社会主义羊毛。好，说得好。就在这时，院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喝，白玉兰猛地回头，万万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大队长武刚和朱会计。紧接着身后还呼啦啦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村民。原来队里见我们3个苦孩子日子难熬，特意批准补贴100斤大米。此时刚巧撞见白玉兰逼迫孙子交出宝物，这一幕我反应极快，顺势委屈地蹲在墙角。几位叔叔来的正好，我奶非说我私藏国家财产，你们快帮我奶翻翻屋子。看到那100斤白花花的大米，白玉兰的眼睛都直发光，她立刻白气长辈的普殷勤的端水倒茶。然而武刚早就看穿这老太婆的把戏，老婶子不用忙，什么搜家，孩子累一天，你赶紧回吧。这分明是给白玉兰一个台阶下。白玉兰精明的很，顺坡下驴就想走，可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？别走，今天必须搜，当着大家的面搜个底朝天，谁也别在背后嚼舌根。紧接着我毫不留情地揭穿老底，他刚才还要去公社举报我，甚至逼我出钱给大国买梅花表。今天不说明白，明天这大米指不定被谁抢走。这下白玉兰的脸瞬间憋得通红。武刚听完眉头紧锁，立刻招呼几个村民进屋翻找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打开立柜锁，拿出全部家当。结果毫无悬念，除了几个破碗和破衣服，米袋子里空空如也，甚至梁上吊着的篮子拿下来，都穷得连耗子看一眼
被含泪走全屋。唯一能算好东西的，只有大队长媳妇前天给的俩鸡蛋。看到这番凄惨景象，在场所有人都替我感到心酸。白玉兰眼看事情败露，干笑两声就想开溜。慢着！就在这时，武刚冷着脸厉声呵斥：“私藏东西的事弄清楚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，咱们把孝敬您的事也论道明白。”紧接着，他立刻派人把隔壁装聋作哑的吴老贵全部薅进院子，就连知清点的暖宝和看热闹的牛大娘都急匆匆围拢过来。吴老贵蹲在墙角，只顾闷头抽烟袋。武刚冷冷地盯着白玉兰：“过节让大庆小远孝顺你们点，人不到礼到，你看成不？”这本是一句极其讽刺的试探，谁知白玉兰竟然腰杆一挺，连连点头：“这成，但可不能糊弄。端午、8月节、过年外加我们老两口生日，每次怎么也得给5块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一片死寂。紧接着，人群彻底炸锅。一年到头，全家累死累活也攒不下几个钱。这老太婆竟然狮子大开口，牛大娘气得破口大骂：“儿子都没了，还死乞白赖逼孙子诈血汗钱！”众人纷纷指责白玉兰做事太绝，武刚更是气得脸色铁青：“你怎么不干脆把这仨孩子直接卖掉？”岂料白玉兰厚颜无耻地扬起下巴：“这不是你让我提条件的吗？”武刚转头死死盯着吴老贵，谁知这老汉竟然猛抽烟袋，直接甩锅：“你们别问我，跟孩子定。”紧接着，武刚只能看向我。此时我见大伙全给自己撑腰，心里早有成算。商量好就立字据，哪怕是打白条借钱，我也把孝敬爷奶的礼补齐。在场众人听完不住点头。结果武刚当场发话：“定规矩，过年3块，端午、中秋加老贵叔生日给2块，你们中不中？”岂料白玉兰一听，瞬间急眼：“那我生日呢？”武刚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：“听说老婶子是道上捡来的，你啥时候过生日？”这下白玉兰气得脸色惨白，牛大娘更是当场嗤笑出声：“你给大庆小远过生日吗？大国金宝每次过生日可都有鸡蛋。”白玉兰干大巴嘴，硬是半天憋不出一个字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拍板：“1年9块，我给。”就在这时，朱会计已经把文书写得明明白白。白玉兰捧着字据死死盯着，她心里正惦记着那100斤大米，生怕到手的钱飞走，根本不敢吭声。武刚满脸不耐烦，直接催促：“别看了，你又不识字，回头让大国给你念。”随后白玉兰只能按满红泥按下手印，众人纷纷签字画押，折腾到大半夜，大火终于散去。临走时，白玉兰还死死盯着那几袋大米。接下来我立刻关门烧火做饭，这回有了大队奖励当掩护，做饭终于不用遮遮掩掩。我转身就从未来世界掏出猪蹄子和手枪腿热进锅里，我们兄妹3人破天荒吃得满嘴流油。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，我悄悄去2界门仓库装满整整5袋大米。转眼间，我大大方方蹬着自行车直奔城里，路遇村民，我还故意高声宣扬：“队里分小圆点米，我去城里换点钱。”谁知刚到镇上，我立马察觉不对劲，街边那些小脚侦察队盯着大米的眼神全挂着钩子。为了避免被抓典型，我果断骑车直奔兵工厂家属院找田小武。结果刚到门口就被看门大爷拦住，谈问千钧一发之际，家属院里突然走出几个妇女，带头的正是干部家属吴云芳。大庆，可真的好巧啊！吴云芳热情地迎上前，他深知我被门卫刁难，立刻转头敲打对方：“老周，这是我家亲戚。”这下门卫大爷瞬间冒出冷汗，紧接着吴云芳亲自把我迎进院子，他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：“赶巧了，正好我这2个朋友家里缺米，全卖给他们吧。”不到片刻功夫，50斤大米顺利脱手，整整15块崭新的钞票，外加几斤肉票落入我的口袋。此时我心情简直美上天，对比白玉兰为9块钱撒泼打滚，简直可笑至极。买卖做完，吴云芳挎着包准备出门，我赶紧推着车凑上前：“云芳姐，你去哪？我骑车送你。”吴云芳连连摆手拒绝：“我亲戚去外地空出套房子，我过去贴条子看能不能租出去。”万万没想到这话直接让我双眼放光，我正愁没地方存放那2000斤鸡蛋。云芳姐，我刚好想租个房子存货。吴云芳却面露难色：“那地方偏僻还破旧，姐可不能坑你。”然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偏僻，只要云芳姐敢租，我就敢要。于是2人立刻结伴来到镇子边缘，面前是2户连排平房，其中一家大门紧锁。吴云芳掏出钥匙捅咕半天，锁头竟然纹丝不动。我见状干脆接手，我捡起一块石头咔咔2下，直接砸开铁锁，推门一看，里面竟然宽敞明亮，小院收拾得极其整齐，窗户上甚至还挂着碎花窗帘。就在我绕着房子四处打量时，门口突然窜出一个半大孩子，那孩子双眼通红，死死瞪着我们，猛地扯开嗓门尖叫：“奶，咱们家进贼了！”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。吴云芳低头死死盯着被砸稀碎的门锁，整个人当场僵在原地。我猛然间明白过来，哎呀，大庆，咱俩好像砸错门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冲过来一个老太太，她瞅着地上稀碎的门锁，气得直哆嗦，上前一把揪住我的耳朵：“好小子，我刚换的好锁，你就给我砸开，大白天都不背人！”吴云芳紧着掏出工作证，连连解释。许大妈盯着名字一看，对方竟然是老吴头的亲戚。原来昨晚这片刚进过贼，老太太这纯属闹个大乌龙。这下我赶紧掏出1块钱赔罪，谁知许大妈不仅拒收，更是热情大发：“不打不相识，中午就在大妈这吃包子。”我顺势蹬车直奔小卖部，立刻买回1斤猪头肉和2瓶老白干。等热气腾腾的大包子一端上桌，我闻着肉香就瞪大双眼。
这手艺竟然跟国营饭店一模一样。经过交谈才得知，许大妈的老伴竟然就是饭店的面案大师傅老江头。然而许大妈却连连叹气，只因孙子死活不肯学，这绝顶手艺眼看就要彻底失传。吃饱喝足，我当场以每月2块钱敲定租房。紧接着我直奔五金店换上2把新锁，趁四下无人，我掏出2件门仓库钥匙偷偷一拧。下一秒，眼前的景象瞬间大变，满屋子的米面、榴弹全都在里面安然无恙。这下我彻底没了后顾之忧，转身就直奔镇上的供销社。岂料柜台后竟然又是那个瞧不上我的女营业员，对方强忍着憋屈，直接勾下一块足有1指厚的大肥肉。在这个缺油水的年代，这可是人人眼红的顶级好货。可我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指着案板上没人要的瘦肉和排骨。这些怎么卖？小营业员听完当场脸泛绿光，旁边几个小女生更是笑成一团，认定我就是个连肥肉都吃不起的穷光蛋。我根本不屑跟他们讲未来养生的道理，掏出钞票直接清空案板上的精肉和排骨，接着又掏出3块钱疯狂扫荡鸡蛋，甚至转头又拎走4斤桃酥和牛奶饼干。那几个嘲笑我的女生瞬间石化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活财神。等我回到5家沟，正好赶上社员下工，大伙看着车把上挂着的10斤大肉，眼珠子都快瞪掉在地。我故意拔高嗓门，队里奖励的大米换成肉，拿盐腌上能吃很久。正当此时，白玉兰红着眼挤出人群，她眼馋的恨不得连盆端走，上前伸手就要去抢那块大肉。这肉先顶你，该孝敬我的1块钱。可我怎么可能让她占到半点便宜？一把拦住那双贪婪的手。奶，这可是母猪肉，跟金刚豆一样，根本煮不烂，当心硌掉您大牙。说完，我蹬起自行车，扬长而去，只留白玉兰站在原地，气得狂咬后槽牙。随后我刚一进院，立刻把点心塞给2个妹妹，接着掏出大肉摆在院子里，抓起大把粗盐开始反复涂抹。这表面功夫一做足，以后家里顿顿吃肉就有了完美的挡箭牌。紧接着，我转身就把灶堂里的柴火添到最旺。这买回来的大肉就是用来打掩护的，今天这顿排骨我可是必须得炖上。灶堂里的火烧得正旺，没一会儿锅里的浓香就飘了满院。牛大娘隔着墙头狂咽口水，直呼太糟践东西。我从厨房探出脑袋，冷哼一声：做多可以生，放2天根本不妨事。说完，我缩回身子，死死守着大铁锅。等排骨一出锅，我立刻让小远端上2碗，直奔武刚家。和之清点的刘思萌本该亲自去送，可东院一直没动静，我现在护士护的连别人瞅一眼都不行。等小远带着暖宝一回来，我们兄妹3人抱着排骨就疯狂开啃。那把肉从骨头上硬撕下来的感觉，简直比直接吃还要过瘾。然而连盆里的汤汁都没剩下一滴，东院那边却突然炸了锅。武大国扯着大嗓门，恨不得让半个村子都听见。全村老少给评评理，他们晚辈大口吃肉，给外人送都不给亲爷亲奶吃。我一听冷笑出声，推门而出，迎头就对上牛大娘那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眼睛。你平时天天闻白玉兰炖肉的味，怎么没出人命？我家小远立功换点肉吃第一口，你们就要死要活。这下前后街的邻居瞬间全听明白了，武大国气的脸色通红，只嚷嚷把老太太气病了。谁知牛大娘当场回怼：我看是馋病了吧。连6湾的老爷们都跟着起哄，嘲笑武大国是馋水灵灵的女知青。就在这时，武刚阴着脸挤进人群，他一嗓子吼散了看热闹的众人，紧接着转头盯住我。没想到他不仅没发火，反而直接把喂牲口的肥缺砸在我头上。原来老韩被调去给考古队当向导，这记公分的美差正好空了出来。我当场应下，把大米全都收进2件门仓库，带着小远和暖宝就直奔牲口棚。岂料路过知青点时，却出了一场闹剧。暖宝死活要跟刘思萌一起睡，姚玉玲笑着想把暖宝抱走，却被暖宝嫌弃身上有一股怪异的药味。我怕童言无忌，赶紧借口暖宝尿炕想把人拽走，结果小远绷着脸直接无情拆穿。咱哥尿尿本事才大，能把知青点重跑，一泼尿呲老高。我瞬间满脸黑线，看着2名女知青极度难看的脸色，我抱起孩子转身就逃。等到了牲口棚，老韩千叮咛万嘱咐，才1步3回头的离开。我领着俩孩子切草、添水铲粪，把牲口伺候得服服帖帖。紧接着我转身去河边挑水，下一秒，等我挑水回来，却发现牲口棚前竟然围满了人。武刚正捏着烟袋锅子，愁眉苦脸的挡在前面。范科长，我们这驴还是个刚出生的驴驹子啊！谁能想到，为了巴结城里来的考古专家，脑满肠肥的范科长竟然盯上了一头刚出生的驴驹子。他挺着油光锃亮的秃头，当场放下狠话：如果不拿这小毛驴做个驴八戒，村里今年的电影就彻底别想看了。这下全村老少瞬间陷入绝望。紧接着，武刚愁得蹲在地上直叹气，想当年社员们宁可饿死都舍不得杀牲口，现在偏偏有人要吃野味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直接挺身而出，当场夸下海口，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把专家招待明白。结果我要的竟然是花椒、干辣椒和啤酒。随后我拎着铁桶就直奔河边，万万没想到，我捞回来的竟然是满满1桶小龙虾。要知道在乡下这玩意可是连狗都不理，只能用来喂鸡的破烂货。此时大牛刚从镇上拉回满车的调料，我不仅起锅烧了一大锅热油，更是把香料不要钱似的往里扔。这下武刚和朱会计急得直拍大腿，他们认定不仅电影要泡汤，连这锅金贵的清油也彻底遭殃。然而下一秒，小龙虾伴着滋啦一声下锅，猛然间一股勾人魂魄的奇香直接冲天而起，这是一种动物脂肪绝对没有的极致鲜香。紧接着我竟然咬开2瓶啤酒，自己猛灌2口。
剩下的全倒进锅里。这番神仙操作顿时把武刚两人彻底惊呆。谁知就在这时，闻着味找来的范科长却突然翻了脸。他一看锅里全是喂鸡的破烂，指着朱会计的鼻子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他不仅扬言专家怪罪下来谁也担不起，更是大吼着马上杀驴。偏偏我根本不惯着他。你还是你妈生的呢？难道你跟你爸就没关系？范科长瞬间气得手指狂抖，可我连的眼神都没给他，抡起大马勺继续疯狂翻炒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，满身疲惫的考古队员恰好从山里回来，这霸道的香辣气瞬间就勾住了所有人的魂。领头的古道远教授看着那满满一大锅红彤彤的小龙虾，眼睛当场就亮了。我赶紧捞出一只让他尝咸淡。老教授一口咬下虾尾，顷刻间极致的麻辣与鲜甜在他舌尖疯狂爆开。这口绝世美味不仅彻底征服了教授，更是直接唤醒了老教授的思乡之情。随着小龙虾正式出锅，所有考古队员瞬间陷入疯狂，大家就着白米饭拉得满头大汗，筷子却根本停不下来。就连刚才还疯狂叫嚣的范科长，也端着饭碗一连干了2大碗。等一大锅龙虾彻底见底，古教授满足的连连感叹我是个绝世人才。没想到范科长立马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，他不仅大包大揽，甚至扬言一会儿就让村民下臭水沟再捞几头。正当此时，我直接厉声打断：吃臭水沟里的死虾可是要出人命的，我这些全都是牺牲了1天劳动任务从清水里捞来的。我这番话一出，古道远教授不仅连连点头，更是大赞我觉悟极高。谁知紧接着武刚趁热打铁，直接指着旁边玩耍的小远爆出猛料。原来这次发现古墓并上交国宝的，竟然就是我这个连学都上不起的亲弟弟。这下古道远瞬间来了精神，他当即把小远叫到跟前，仔细打量着这个机灵透顶的野孩子。当听说我们哥俩父母双亡，连饭都吃不饱时，这位古教授二话不说，当场就要帮小远解决去镇里上学的大难题。万万没想到，小远这孩子不仅是个闷货，更是个实在人。他憋了半天，猛地跪在地上，结结实实磕了个响头。古教授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爷爷，等您100年之后，我给您摔盆送终。这番惊世骇俗的话不仅没惹恼古道远，反而让他仰头大笑。他当即拍板，连报告都不打，小远的学费他全包了。我暗暗咬牙，把这份天大的人情死死记在心里。然而到了半夜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于是我干脆爬起来摸黑去河边下网抓虾，结果一抓一个准，转眼间就装了满满4个玻璃丝带。就在我准备打道回府时，意外突然降临，河边的树林里猛然传来一阵沙沙声，紧接着2个黑影鬼鬼祟祟地钻了出来。借着星光一看，我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那肥硕的秃头正是白天趾高气扬的范科长。可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那妖娆扭动的身影竟然是知青点的女知青姚玉玲。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来河边干什么？下一秒我就全明白了。只见范科长急不可耐地上下其手，两人竟然直接在野地里办起了内事。我只觉得一阵恶寒，甚至替苦苦追求姚玉玲的武大伯感到一阵不值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姚玉玲突然掏出一个小袋子撕开，她娇滴滴地抱怨上次打胎遭了活罪，好不容易才托人弄来这避孕的玩意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彻底通透了。原来我之前完全误会了刘思萌，那个惹人遐想的蓝精灵，竟然是姚玉玲托他搞来的脏东西。没过2下，范科长就缴械投降，偏偏两人光着身子还不肯走，竟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当姚玉玲急不可耐地催问回城名额时，范科长却猛然提起了一个名字：刘思萌手里有东西，你必须把那个东西弄到手，否则回城的事免谈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猛地悬到了嗓子眼，我再也听不下去这龌龊的勾当，随手摸起一块石头狠狠砸向林子，几只乌鸦被惊得扑腾乱飞，吓得姚玉玲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趁着这阵骚乱，我立刻引入黑暗，可我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他们究竟想从刘思萌身上抢走什么东西？哪怕明知道有人要对刘思萌下黑手，我还是决定冷眼旁观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我前脚刚把小龙虾扔进随身空间，后脚就撞见这个女人鬼鬼祟祟地从自己屋里溜了出来，两人撞了个对脸。我是来找人的。我眼神瞬间泛起冷意，大半夜的孤男寡女摸进别人家，绝对另有所图。你要小心那个古道远，他绝对没安好心。我眉头紧锁，堂堂下乡考察的大教授无缘无故资助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农村孤儿，难道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图？没等我问个明白，刘思萌卷起袖子就要溜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把死死攥住他的胳膊。刘思萌又惊又怒，一边拼命挣扎，一边从腰间猛地抽出一把尖刀，锋利的刀刃直奔我而来。然而参加过民兵训练的我哪会把这点把戏放在眼里？我反手一扣，瞬间就夺下了利刃，顺势将刀狠狠掷在刘思萌脚下。就当我好心喂了狗。刘思萌气得浑身发抖，捡起刀头也不回地冲入黑夜。就在他离去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蹲下身，在泥地里摸索起来。紧接着，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个冰凉的硬物，借着月光一看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泥地里躺着的竟然是一枚水头极好的观音。白玉吊坠这东西价值连城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女知青能拥有的。猛然间，我脑海里闪过林子里那对野鸳鸯的话，难道范科长和姚玉玲不择手段想弄到手的就是这块玉？
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果断将吊坠连同自己那一块扔进空间仓库。第二天清晨，我麻利地来到河边收网，伴随着一阵水花翻腾，大半桶活蹦乱跳的鲫鱼和川丁破水而出，足足有30-40斤重，甚至还夹杂着几条肥硕的3到0河河虾。就在我盘算着用这些好货招待考古队时，大队长武刚神色匆匆地迎了上来，一开口就带来了一个极其荒唐的消息：昨晚姚玉林和刘思萌夜不归宿，两人竟串通好说去大河洗澡了。大庆，你昨晚下网瞅见他们没？我后背直冒冷汗，这要是说出实情，不仅两边得罪人，还会惹上一身流氓罪的臊。于是我果断摇头装傻，干脆把这事糊弄了过去。武刚松了口气，随后让我赶紧拿着介绍信去镇上采购调料。紧接着，朱会计不仅爽快地开了介绍信，更是往我手里塞了一大把钱和布票。这钱是我跟你武刚叔凑的，小远要进城上学，得买身体面衣裳。看着手里厚厚的票子，我心里瞬间滚烫。我暗下决心，今天去镇上卖鱼，一定要让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。这下终于能给弟弟妹妹穿上新衣裳。紧接着，我找了个借口溜回后院，转身就跨进了2024年的大门。看着系统奖励的崭新电动车，我迫不及待地插上钥匙，只感觉耳边呼呼生风，比那破拖拉机强了100倍。谁知正得意，一辆警用摩托突然横插过来，当场将我死死别停在路口。来人是个1米8几的大个子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他冷着脸递过来一顶安全帽，伸手就要扣押身份证。我当场傻眼，摸遍全身只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介绍信，结果对方看都不看一眼。就在我以为今天在劫难逃时，万万没想到，这交警不仅一把撕了20块的罚单，甚至直接将安全帽白送给了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对方的目光突然锁定了我桶里那点活蹦乱跳的小鱼。下一秒，这交警竟然直接掏出300块巨款硬塞进我怀里，拎起水桶跨上摩托，跑得没影。我彻底懵了。3斤不到的河鱼卖出300天价，这现代的警察居然这么视金钱如粪土。带着满心疑惑，我骑车直奔龙湖春晓的张新梅家。张家人一听我白赚300块的奇遇，全家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精彩。李乐优满脸夸张的挤眉弄眼，凑过来说这人绝对是他那个不成器的亲哥。张新梅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场把这大孙子的老底掀了个底朝天。这人绝对是我那个不成器的亲哥。原来这小子不仅成天游手好闲，之前在治安大队时竟然还被人举报过猥亵男学生。我听得满头黑线，这要真碰上本尊自己这张脸都不知该往哪个。正当我打算求张家帮忙打听小远和暖宝的下落时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砸车声，紧接着一句粗鄙的怒骂刺破窗户传了上来，有人正对着我的崭新电动车一通狂踹。我眉头紧锁，刚要下楼，张新梅却黑着脸拦住了我，冷声说那就是自家那个不成器的混账玩意。然而大门被一把推开的瞬间，屋内的空气彻底凝固，只见一个头戴大盖帽的青年大步跨了进来，手里还拎着那个极度眼熟的装鱼水桶。李玉一抬头，幽森的目光瞬间锁定在沙发上的我身上，我们大眼瞪小眼，当场愣在原地。这下身份要是暴露，真要把我当成敌特给抓了。李玉把帽子狠狠拍在肚子上，指尖敲得帽檐啪啪作响。他死死盯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还别说，你这身衣服和脸还真挺唬人的，能从我手里糊弄出300块钱和一顶安全帽的，你小子绝对是头一个。李玉那眉骨硬得像石头，肩膀宽得像山，配上一身桀骜不驯的匪气，这长相在动物界简直就是霸主。此时他毫无征兆地贴着我坐下，开口竟然是索要几条纯野生的蛇。我只能干笑着糊弄说只抓得到野山鼠。张卫名气的牙根直痒痒，厉声呵斥孙子别跟客人胡闹。可李玉不仅毫不在意，甚至斜睨着眼要私下加微信，更是扬言要直接跟我回家。我嘴角疯狂抽搐，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没想到李玉转身进了卧室，紧接着竟掏出几件连标签都没剪的崭新衣裳，劈头盖脸就往我怀里塞。看着其中几件扎眼的粉色，我连连摆手，只推脱自己村里穷穿不出去。谁知李玉随手把衣服撇在沙发上，慵懒的伸了的懒腰竟然露出了一截粉色的内裤边缘。我瞳孔猛然地震，李玉却不轻不重的挑眉问我是不是也喜欢，甚至大方的要再送我2条。李乐忧急得直跺脚，直呼那一条裤头就值3000多块。结果李玉一巴掌拍在妹妹后脑勺上，非说那是灰色的。张家人纷纷捂脸，谁也不知道这混世魔王其实是个分不清粉和灰的色弱。就在这时，李玉的目光突然锁定了手里的白玉吊坠，他漫不经心地盘问这东西在村里是不是烂大街。下一秒目光竟直逼那个装鱼的破水桶，我只觉得浑身汗毛倒竖，结结巴巴地用家里穷来拼命掩饰。这东西在你们村里是不是烂大街了？千钧一发之际，门铃声骤然响起，瞬间打破了窒息的僵局。沈清礼挽着沈国生推门而入，紧接着足足20多斤重的100万现金就沉甸甸地砸进了我怀里。看着这天降巨款，我还没从震撼中回过神，沈国生捧着白玉吊坠的双手已经止不住的颤抖，老人老泪纵横，竟抛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当年我师父打造了双份玉坠，将其中重水更好的一枚交给了8岁的亲生女儿当信物。万万没想到，动乱平息后接回来的女儿竟是个心机深沉的冒牌货。那假千金不仅骗光了所有家产，甚至反手将养父举报，顺走玉坠跑得无影无踪。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，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刘思萌那张人畜无害的脸，他身上分明就挂着一枚同样的玉坠，可他却口口声声说自己父亲是研究动植物的，原来那个机关算尽的冒牌货就是他。强压下心头的惊骇，我在沈家人离开后赶紧起身告辞。我找借口婉拒了张新梅的挽留，只想赶紧带着这100万跑路，偏偏李乐优盯着那扎眼的钱箱子，直呼太不安全。
就在这时，李玉一把戴上大盖帽，慢条斯理地推上墨镜，竟然主动开口要亲自护送。我惊的嘴巴能塞下个鸡蛋，可对着这尊瘟神，我连半个不字都憋不出来。好不容易熬到楼下，李玉却盯着那辆崭新的电动车，眉头紧锁。这破车竟然连个牌照都没有！我暗骂系统坑爹，只能硬着头皮向着唯一的交警人脉求助。谁知下一秒，李玉竟直接掀开摩托车后备箱，掏出一块早上刚没收的套牌，3下5除2就给扣在了电动车上。这种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，直接把我看傻了眼。这小子不会真看上我了吧？我大着胆子试探性的问李玉，条件这么好，怎么没个女朋友？李玉回过头，似笑非笑的甩出一句重磅宣言，说他只喜欢男的。我只觉得一道惊雷在脑门上轰然炸开，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半截。看着我这副见了鬼的模样，李玉扑哧一声笑了，解释说那不过是用来搪塞家里逼婚的借口。我刚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打算附和2句女人的好，可李玉接下来的话却再次将我踹进冰窟。李玉摸着下巴，眼神在我身上上下打量，悠悠地说，要是家里再逼婚，干脆就说咱俩搞到一起了。我瞬间石化，紧接着李玉突然凑近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。武大庆，你多大？李玉那锐利的目光犹如实质，竟怀疑起我带着的弟妹是早婚早育弄出的孩子。面对这份离谱的揣测，我只能咬牙揭开那层血淋淋的家丑。亲妈生下我便逃离苦海，后妈更是惨遭车祸，偏偏亲奶奶还将我们兄妹视作累赘，疯狂虐待。这番绝望的坦白瞬间击碎了李玉原本的防备，他那桀骜的眼底竟少见的闪过一丝同情。紧接着李玉瞥向内箱，随时会惹祸的100万巨款，直言要带我去银行开户。可我双手一摊，连张身份证都拿不出。在这现代社会，没有身份证简直寸步难行。就在这时，李玉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扬言有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保准能当仓库。谁知他刚跨上摩托，竟发现忘带钥匙只能折返。偏偏这短暂的空档，一个打扮娇艳的富婆扭着腰贴了上来，软语温存地求我回家修水管。偏偏我这个单纯的山里汉子，竟一口答应下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玉大步流星走回，胳膊极其自然地揽住我的肩膀，冲着富婆丢下一句：“抱歉，他是我这款。”看着富婆满脸遗憾的离去，我仍是一头雾水。李玉满眼嘲讽，直呼我连富婆求欢的套路都看不懂。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，心里疯狂吐槽未来世界的女人太不要脸。随后我骑着破电动车在尾气里狂追，车轱辘都快跑冒烟。结果到了地头一看，这竟然就是我穿越过来的那条夜市街。原本10分钟的路硬生生绕出半小时，李玉却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了走完知情路线。我强压下心头怒火，跟着他推开房门。下一秒，一股刺骨的凉风直逼天灵盖，满屋子的玻璃箱里竟盘踞着密密麻麻的活蛇，一条胳膊粗的巨蟒正吐着鲜红的信子，死死盯着我。还没等我回神，李玉竟直接拎出一只活蹦乱跳的老鼠丢进箱子，瞬间被巨蟒一口吞下。我狂咽唾沫，刚担心这动静会影响别人，结果李玉白眼一翻，指着隔壁那间加固过的屋子说那才是仓库。看着隔壁完美的格局，我满意的问起租金，然而李玉却沉默半晌，缓缓眯起眼睛，竟压低声音说不要钱，只要我的人。我吓得连连后退，拼命护住衣服，怒吼：老子绝不卖身！只要你每周弄50只活老鼠过来。我嫌老鼠太脏，随口提议换成50只麻雀。万万没想到，李玉冷着脸给出致命警告：麻雀可是国家3级保护动物，抓完直接进去踩3年缝纫机。我只觉得认知被彻底颠覆，在我那个年代，这可是除4害的标靶。眼看推脱不掉，我只能硬着头皮保证，绝不让大宝贝们饿肚子。等到把屋子彻底收拾干净，李玉便大喇喇地靠在门框上，要求请客吃饭。我看了一眼倒计时，冲他神秘的眨眨眼。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口误，干脆脚底抹油躲进卫生间。紧接着，两人坐在超市门外的包子铺前疯狂炫饭，看着我一口接一口吞着包子。李玉起初嫌弃的喉咙发紧，偏偏我硬递过去一个，他浅尝一口后瞬间真香。两个大男人连句废话都没有，硬生生干掉了一屉整整120个大包子，吃到最后撑得直打嗝。旁边看傻眼的姜好好立刻递来甜豆浆，我仔细一打听，没想到这竟然是老姜头祖传的方子。我猛然惊觉，这正是自己那个年代许大妈老伴开的国营食堂分店。简单告别后，李玉忍不住打趣姜好好看上了我，可我满心苦涩，连张身份证都没有，根本不敢接这茬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突兀响起，直接砸出3个离谱选项。第一是打李玉一巴掌赚100万，第二是承认喜欢男人拿临时身份证，第三是求李玉买手机换取老鼠洞地图。我盯着李玉那一身肌肉，果断放弃找死的选项1。然而选项2更是荒谬，这小子本来就取向不明，我绝不能把自己的清白搭进去。正当我为了尊严打算放弃时，系统竟然直接发出抹杀警告，只要不做出选择，我不仅要破财挨打，辛苦攒的粮食和钱还会全被耗子毁掉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玉拍拍肚子准备走人，我吓得脸色煞白，一把将人死死拽住。随后李玉稀里糊涂被拉进超市当起了免费劳力，我在前面疯狂扫荡单辣椒和麻椒，李玉跟在后头推车，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像个冤大头。两人好不容易走到超市门口的手机专柜，我终于硬着头皮开口，竟然让李玉给我买部手机。李玉气急反笑，直言我一个守着100万现金的富翁，凭什么白嫖？谁知我脸部红心不跳，直接编出重病奶奶临终前想看我用手机的催泪故事。李玉脸色铁青，根本不买账。没想到我急中生智，猛地抛出终极诱饵，承诺1星期交出50只纯野老鼠。
这一招瞬间击中死穴。紧接着，李玉一把薅住我的后脖领，将我死死按在玻璃柜台上，咬牙切齿的让我自己挑型号。感受着头顶传来的恐怖气压，我哪懂什么电子产品，索性指着李玉大喊要同款。李玉顿时心头滴血，他那可是花了2万2买的保时捷限量版。万万没想到，旁边的售货员更是语出惊人，他满脸鄙夷的瞥了李玉一眼，直接掏出最新款折叠品，报出了25200的天价。听到25200的天价报价，我瞬间心虚，试探着问有没有几百块的便宜货。李玉气得差点吐出一口老血，大头都花了，老子不差这点。谁知新手机拿到手，我不但没个笑脸，反而得寸进尺。我压低声音，竟然央求李玉用身份证帮我办张电话卡，借口是为了加个微信。李玉被气笑了，直接掏出身份证给我办了个188元的套餐。不仅如此，他心里还暗暗盘算，过后非得查查我这小子的通话记录不可。紧接着几个小营业员热情似火，围着我手把手教我用手机。李玉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旁，顺手拿起袋子里的剩包子干嚼。没成想，我兴冲冲跑过来要表演打电话，我直接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林姐是林姐吗？这个号码是我电话。听到那声甜甜的呼唤，李玉脸上的黑线简直能卷成珠帘，他恼火地挠着玻璃柜台，硬生生把上面的小广告划出好几道细痕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一句轻飘飘的道谢就要走人，李玉不干了，直接伸手索要物质感谢。偏偏我囊中羞涩，系统奖励的地图也没到位，干脆把手里没分清馅料的剩包子塞过去2袋。李玉盯着咬了2口的包子，郁闷的一口吞下。转眼间，李玉拎着包子回到交警大队，同事们一看是老姜头大包子，瞬间沸腾着要抢。岂料李玉大手一挥，死活护住包子，宁可晚上自掏腰包请客吃大餐。结果刚豪气完，他掏出手机就想删自己，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忘了留我的电话。与此同时，我正跟那个林姐订了整整2000斤鸡蛋，利用等货的空档，我立刻开始倒腾系统奖励的地图。趁着李玉不在，我用2件门钥匙打开仓库，飞速将床柜子和泡沫箱搬进另一个空间。半小时后，一切规制妥当，唯独上下水管道成了无法掩盖的破绽。正当我琢磨怎么掩饰时，李玉竟然骑着大摩托杀了的回马枪。一进门，李玉直奔卫生间而去，我吓得死死堵在门口。堵了。李玉满脸惊愕，非要亲眼看看。我急得连磨牙，生怕2个世界的秘密当场暴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送鸡蛋的货车终于到了。看着那一筐筐的2000斤鸡蛋，李玉连尿意都憋回去了。他猛然恍然大悟，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：“好兄弟，是我小心眼了。”原来李玉一直觉得我身上有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虚假真诚，可眼看着我只为了倒腾鸡蛋赚点辛苦钱，彻底放下了戒心。我心怀愧疚，赶忙装了一箱小龙虾，让他带回去给同事夹菜。李玉失效，彻底把买手机的憋屈抛到了脑后。随后我折腾完收货和送虾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80年代的牲口棚，倒头大睡。一觉醒来，武刚和朱会计已经替我炖上了鱼。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国营饭店的大包子？面对质问，我急中生智，声称自己竟成就了一位神秘的老首长，包子全是首长送的答谢礼，并且对方严格保密身份。2个老革命一听，瞬间对视一眼。既然老首长不让说，这就是机密。紧接着他们赶紧把大包子藏了起来，生怕人多嘴杂泄露了国家机密。看着2个长辈小心翼翼的模样，我心里热乎乎的，转头瞅了瞅墙上的挂钟，算着考古队快回来了，赶紧招呼小远抱柴火生火，准备热汤。咱趁考古队回来前先吃了吧。我招呼着小远和暖宝，2个孩子却连连摇头，死活不肯先动嘴。我耐心劝说，好东西放不住，更何况我承蒙2位长辈照顾，这点孝敬是应该的。可是武刚和朱会计依然坚持一人，只拿一个尝鲜。包子确实香，但他们身为村干部，如今风言风语正盛，更得避嫌。我见状，干脆让小远把包子装进篮子，直接给2家各送了20个过去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顺水推舟给朱会计报了一笔糊涂账。救人是把供销社的单子弄丢了，虽然钱没多花，但账目全乱了。朱会计懒得计较，由着我去。武刚临走前笑着嘱咐我看好炖鱼的锅，我心里明白，这份心意2位长辈算是彻底收下了。趁着考古队还没回来，我赶紧叫2个小家伙吃饭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兄妹3人干脆啃起了冷包子。好在鱼炖的恰到好处，我特意挑出肚皮上最肥的2块肉，稳稳落进了小远和暖宝的碗里。2个孩子久违地尝到了鱼味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然而天色渐暗，黄昏已至，考古队却迟迟没有现身。深山老林夜间野兽出没，古墓位置又极深，一旦出事绝非儿戏。武刚急得在牲口棚来回踱步，烟袋锅子抽得忽明忽暗，负责接待的范科长更是满头大汗，急不可耐地甩出狠话：要是考古队有一点闪失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范科长气哄哄地跑去大队部打电话汇报，留下武刚眉头紧锁。就在这时，我挑着2桶水走了进来。我曾经受过民兵训练，跟三叔学过百发百中的枪法，一听情况不对，我立刻主动请缨，想带条枪进山找人。岂料武刚一口回绝：不行，必须集体去。你忘了你三叔是怎么交代在山里的吗？我三叔武中军是个退伍军人兼神枪手，5年前进山后便离奇失踪，连去寻找的村民也全都一去不复返。自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轻易进山。我知道单打独斗没戏，只能迅速准备装备：手电筒、大衣、取火工具，外加一把防身的砍刀。但这些还不够，没有枪，进山就是送死。我立刻跑到大队部找武刚软磨硬泡。我先是拍胸脯保证自己枪法神准，接着又开始煽情，说上次弄回来的肉，2个孩子因为太久没吃有水，吃完直拉肚子。武刚听得于心不忍，终于松了口。
他转身进了里屋，没一会儿直接拍给我一把保养极好的老猎枪。我熟练的摆弄了几下，武刚这才彻底放心。此时，民兵队长张连文已经召集好社员，武刚一声令下，众人浩浩荡荡向深山进发。越往深处走，诡异的雾气越发浓重。久旱的早春，这雾气显得极不寻常。就在即将进入密林时，我猛然发现路口竟然掉落着一把小刀，我一眼认出，这绝对是女知青刘思萌的那把刀。难道她偷偷进山了？我强压下心头的疑云，打着手电筒仔细搜寻，却没发现任何女人的脚印。一路上，众人沿着唯一进山的路搜寻，却连考古队的半点影子都没看到。终于，我们在古树掩映的林子里找到了那个被盗掘过的鼓。青石板木顶被打开，标记图纸，并工铲散落一地，唯独不见一个人影。张连文冲着盗洞连喊鸡嗓子，古墓里死寂的让人头皮发麻。队长，要不我们下去看一看吧？武刚抽了一口烟袋锅子，死死盯着那个黑洞洞的木口。武刚猛吸了一口烟袋锅子，眼底满是焦急。他原本想立刻领人下去一探究竟，可理智瞬间将他拉回现实。这可是唐代后葬古墓，文物价值极高，若是带着一群糙汉贸然闯进去，造成的破坏绝对不可逆。先休息3分钟，张连文，你带人周围找找。谁知话音刚落，林子里猛然晃起一个庞大的黑影，那黑影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足足有2米多高，脖子上还围着一圈白毛领，活像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巨汉。张连文猛地举起枪，武刚一把按住枪管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我定睛一看，更是倒吸一口凉气，根本不是人，那是头成年的熊瞎子。所有社员瞬间吓得双腿发软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那幽深的盗洞里突然传出极其苍老的声音：“队长，那熊瞎子堵我们1天了，我们全在里面。”紧接着，老韩和古道远等一群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，他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随身带的干粮连点渣都没剩下。几个社员见状，赶紧解下水壶和食物分给他们充饥。然而最大的死神就处在眼前，那头2米高的熊瞎子依旧堵在林子，不仅没走，偏偏也没有丝毫攻击的意思。这畜生可是连猎户射套都抓不住的林中一霸。我脑海里猛然闪过三叔曾经讲过的怪事，难道是熊瞎子讨肉？我连忙转头问谁，身上带了肉干，却换来武刚一顿没好气的训斥。大队里穷得叮当响，哪有半点荤腥？没事，我有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便暗自开启了系统奖励的智能地图。一瞬间，方圆百里的耗子洞尽收眼底。紧接着，我抡起兵工铲，直接跳下古墓边缘，疯狂开挖。古道远吓得连声制止，生怕挖坏了地下的宝贝。可我手疾眼快，一把从土里薅出2只最肥硕的胖耗子，用衣服死死兜住。我呲着牙冷笑一声，拎起耗子尾巴抡圆了胳膊，就朝熊瞎子狠狠砸了过去。2只耗子落地，当场脑浆迸裂，血腥味一散，那头视力极差的熊瞎子竟然真的弯下腰，3口2口将其生吞活剥。吃完后，它竟然又像人一样直勾勾的杵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没吃饱，他还想要。古道远最先反应过来，立刻招呼全队一起寻找老鼠洞。这下整个考古队彻底沸腾了，一窝接一窝的耗子被挖出来，像丢手榴弹一样被我疯狂砸向熊瞎子。直到吃下不知多少只耗子，那头庞然大物终于有了动作，他竟然缓缓举起双爪，朝着人群认认真真的拱了拱手，活脱脱像个人在作揖。做完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动作，他才慢吞吞地转身引入密林。这熊瞎子真是成精了，这绝对是通了人性的熊王。为了防止再生枝节，古道远连夜下令将发掘的文物造册搬运，这工程极其浩大，整整折腾到天光大亮，熬了一宿。没吃东西的社员们饿得眼冒金星，我被一泡尿憋得难受，刚想钻进林子解决，武刚就把手里的老猎枪扔了过来，把枪带上。武刚跟在我身后，嘴里嘟囔着自己也憋不住了。放完水后，我顿觉神清气爽，一眼瞥见前方横着一道陌生的山岭，忍不住指着那个方向发问：“这是哪？”野猪岭。与此同时，跟着过来解手的王大胆眼睛立刻冒出绿光，这人向来胆大包天，直接提议趁着考古队忙活，去野猪岭打点大货，开开荤。咱们去野猪岭打点大货，开开荤。武刚的脸当即沉了下来，厉声拒绝。要知道，野猪可是林子里真正的山大王，一头撞过来肚子就能豁个大洞。在这片深山里，就连昨晚那头成精的熊瞎子都只敢跟野猪岭以尿为戒，从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可王大胆是个认死理的倔驴，死死盯着野猪岭的方向，蠢蠢欲动。此时的我摸着手里冰凉的猎枪，心里竟也跟着烧起了一把火。单打独斗绝对不稳妥，可要是不趁机打点大火，家里藏的那些野味啥时候能见光？想到这，我故意慢下脚步，凑到王大胆跟前，压低声音抛出了肉的诱惑。王大胆翻了个白眼，满脸写着做梦都想。紧接着，我眼珠一转，抛出个连环套，怂恿王大胆先走一步，自己随后忽悠队长带人去找他。偏偏王大胆心眼也不少，立刻反问凭什么自己先去踩雷。我立马装出一副怂包样，连连摆手示弱，只夸自己嘴皮子溜。队长准听，这马屁拍得恰到好处。王大胆丢下一句，转身就像泥鳅一样钻进林子没影踪。我家还2嗷待哺的。谁知还没等我开口，一个眼尖的社员猛然尖叫，王大胆连人带枪全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得知人不见踪影，武刚急得原地直转圈。野猪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成年的野猪体型巨大，攻击力极强，加上正值繁殖期，更是凶残无比，搞不好连命都得搭进去。
正当此时，我伺机跳出来毛遂自荐。武刚眉头一皱，心里虽有疑虑，但救人要紧，他迅速留人保护考古队，带着张连文等人一头扎进密林深处。谁料老林子树密草深，足足走了2个小时，连脚印都跟丢得一干二净。就在我心里发虚之际，密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哼哼声，紧接着砰的一声枪响撕裂空气，众人红着眼眶拼命往前冲，结果眼前的画面却让人哭笑不得。王大胆居然正跟一头刚出窝的褐色小野猪大眼瞪小眼，还用绳子把人家四肢捆得严严实实，甚至还得意洋洋地向武刚邀功。队长，你看。然而武刚脸色铁青，厉声怒喝让他赶紧放声。山里的规矩，不打又宰。张连文也在一旁附和。王大胆纵有万般不舍，也只能咬牙给小猪松绑。可既然有小猪，附近必定藏着大货，谁也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，纷纷靠着树干端起猎枪土冲。我更是灵猴般爬上一棵老杏树，一边悠哉地啃着掉落的杏子，一边居高临下四处扫视。突然，远处的草丛剧烈晃动，来东西了。下一秒，林子里猛然窜出2道如铁塔般的庞大黑影，一头獠牙冲天的公猪，一头体型惊人的母猪，身后还跟着一群小猪崽子，其中正有刚被放走的那只。这是拖家带口寻仇来了。目测足有400斤的公猪狂吼一声，王大胆吓得率先扣动扳机，可惜他手抖得厉害，子弹只擦破了点油皮，反倒彻底激怒了这2头山大王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嚎叫，2头野猪如同重型坦克般直冲人群，众人慌乱中连放数枪，却无济于事。此时的我稳坐树杈，缓缓端起猎枪，死死锁定那头獠牙公猪。三叔教的枪法绝不能丢人，必须一击毙命。就在公猪抬头与我满眼怒火对视的瞬间，砰一声清脆的枪响，子弹不偏不倚，从公猪眼睛直接贯穿进脑袋。公猪疼得原地狂暴，鲜血瞬间泼洒一地。陷入癫狂的公猪猛然调转枪头，朝着王大胆死命冲杀。王大胆吓得魂飞魄散，胡乱开了一枪，再次打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冷眼锁定，果断补枪，子弹精准击碎脑干。狂暴的公猪终于抽搐着轰然倒塌。还没等大伙喘口气，那头痛失爱侣的母猪彻底疯魔，红着眼睛直奔我所在的杏树疯狂撞击。恐怖的冲击力震得杏子如下雨般砸落，我死死抱住树干，吓得汗毛倒竖，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甩飞出去。就在这生死一线间，武刚端起老猎枪瞄准母猪，毫不犹豫扣下扳机，子弹狠狠钉入母猪脑干。紧接着，张连文手里的土冲爆发出恐怖的轰鸣，直接给母猪开了瓢，半个猪头瞬间炸裂，连声惨叫都没发出，便死透在地。小猪崽们吓得四散奔逃，我这才颤抖着溜下树，顺势凑到惊魂未定的王大胆耳边，用救命之恩换取他的守口如瓶。王大胆拍着胸脯连连保证，命都是我的，命都是你救的，我绝对守口如瓶。2头巨型野猪足有800来斤，社员们欢呼雀跃，准备抬下山。然而正在检查尸体的武刚脸色却猛然骤变，那头壮硕的母猪脑袋上竟然赫然留着3个弹孔，多出来的那颗子弹恰好与张连文的土冲形成2次暴击，才导致母猪半个头颅炸台。武刚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，当时场面混乱，但他和张连文警觉极高，30-50米内绝对没藏人，开出这诡异第3枪的人必定在50米开外。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老林子里，究竟是哪个没现身的顶级神枪手，正躲在暗处死死盯着他们？这可是和平年代，深山老林里猛然冒出一个枪法如神却藏头露尾的影子，换谁都得头皮发麻。武刚眉头锁成一个死结，他果断压低声音，让大伙把这件邪门事烂在肚子里。紧接着，一行人砍树做干，扛着战利品艰难跋涉回到谷。苦等半天的考古队一见这阵仗，集体倒吸一口凉气。2头足足400多斤的庞然大物砰然落地，更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是，其中那头体型最骇人的公猪，竟然是我单枪匹马抱的头。面对众人火辣辣的目光，我只是挠挠头，轻描淡写的归结为运气，对那个暗处的神枪手更是绝口不提。随后，大伙喜气洋洋地抬着野猪直奔村口。此时的村口大石头旁，朱会计正蹲在地上吧嗒吧嗒猛抽旱烟，眼瞅着太阳偏西还没见人影，他急得差点要敲锣，纠集全村上山搜救。就在这时，不知谁猛喊一嗓子：“队长他们回来了！”所有社员齐刷刷抬头，只见队伍浩浩荡荡从山道现身。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他们正吃力地抬着2个巨大的黑影。朱会计脸刷的一下惨白，猛拍大腿哀嚎：“坏了，8成是出人命了！”全村人瞬间急红了眼，疯了一样朝村口狂奔。然而，等他们冲到跟前，死死盯住那抬着的物件时，所有人全傻眼了。那根本不是人，竟然是2头如小山般巨大的野猪。整个五家沟瞬间炸开了锅，社员们两眼冒绿光，围着野猪疯狂咽口水，嘴里不住的追问到底是哪路神仙降服了这等凶手。武刚终于卸下冷脸，他直接踩在凳子上，清脆响亮的给全村抛下重磅分肉方案。这野猪是武大庆同志立的头功，如果没有他，大伙今天全得交代在山上。话音刚落，武刚立刻拍板定下规矩，无论老少每人分1斤肉，上山的勇士多分2斤，大队食堂当晚直接炖50斤，剩下的猪头和全套猪下水全归武大庆，谁家嫌肉少，大可以直接找他买，5毛钱1斤，没钱的用工分换，谁也不许赊账欺负人。5家沟统共50多户人家，平白无故分到油水，谁还敢有半句怨言？一时间，公社食堂门前简直比过年还热闹，屠夫手起刀落，热血喷涌，妇女们烧水劈柴，忙得热火朝天。